诺亚站在厚重的门扉前，他知道奥利维亚就在这扇门后。他伸出手，紧紧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随着一阵沉闷的摩擦声，大门被缓缓推开。诺亚喉结微动，咽下了紧张与不安。他迈步走进房间，目光在室内搜寻。奥利维亚正静静地坐在露台的围栏边，微风拂过，他闭着双眼，仿佛正沉浸在某种思绪中。诺亚凝视着他的身影，轻声唤道：“奥利维亚！”听到声音，奥利维亚微微侧过头，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意。诺亚猛地推开房门，奥利维亚转过身，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诺亚松开门把手，快步穿过房间，径直走向露台。奥利维亚站在围栏边，看着他向自己走来。诺亚伸出手，紧紧揽住他的肩膀，将他拥入怀中。他在露台的月色下俯身，稳住了奥利维亚。奥利维亚仰起头，承受着这个急促而深沉的吻。诺亚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奥利维亚闭着眼，感受着诺亚宽大的手掌轻抚过他的脸颊。诺亚低声呢喃着他的名字：“奥利维亚。”他俯下身，亲吻着他的肩膀与颈肩，再次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奥利维亚。”诺亚捧起他的脸，深深地吻了下去，仿佛怀中拥抱着的是他渴望已久的珍宝。那种满足感让他沉溺其中。诺亚猛地睁开双眼，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大口喘着粗气，汗水顺着额头滑落，紧紧抓着被角的手指还在微微颤抖。他坐在昏暗的卧室里，平复着剧烈的心跳，随后抬起手遮住双眼，自嘲地低声咒骂道：“疯子，居然又梦到了！”奥利维亚微笑着呼唤他名字的样子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诺亚放下手，眼神中透出一丝疲惫与冷峻。真是个荒唐的梦。奥利维亚站在繁花之中，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双手紧紧攥在胸前，低声的喃道：“殿下。”诺亚垂下眼帘，遮住了眼底复杂的情绪。没错，奥利维亚·利伯蒂这个名字，他原以为自己早已忘记。2年前，一名随从跟在诺亚身后，一边行走一边汇报道：“现在开始报告今天的日程。最近预约会面的人数异常增加，考虑到您今天要与陛下会面，我已经空出了上午的时间。”诺亚停下脚步，整理了一下洁白的手套。随从接着提醒道：“在结束与陛下的会面后。”随从紧跟在诺亚身后，继续汇报着繁杂的行程，还有关于秋季宴会的面谈。面谈结束后，还要参加一场慈善活动。诺亚面无表情地走着，突然一阵剧烈的碰撞声从前方的转角处传来。他停下脚步，眼神中透出一丝了然，嘴角微微上扬，低声倒数道：“3、2、1。”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沉重的大门被猛地撞开。莱昂纳德愤怒的咆哮声响彻走廊：“立刻给我滚出去！”沃尔特整个人被一股巨力从房间里扔了出来，他狼狈地摔倒在坚硬的地板上。沃尔特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连滚带爬地跪在地上，望向门内哀求道：“哥哥，求您了，就这一次！”莱昂奈德站在门内，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死死盯着地上的沃尔特，怒吼道：“你这个蠢货！”莱昂纳德将一叠报纸狠狠甩在沃尔特脸上，纸张四散飞溅。他怒不可遏地吼道：“你叫谁哥哥呢？”报纸飘落在地，头版头条赫然写着关于王室成员在酒馆闹事的丑闻。莱昂内德指着地上的报纸骂道：“既然去了酒馆，就该老老实实喝你的酒。你居然在那大吵大闹，说不付酒钱，就这样，你还敢自称王室成员？”沃尔特缩着脖子，满脸通红的狡辩道：“那是那些平民先没礼貌的。”莱昂纳德看着沃尔特这副毫无悔意的样子，气急反笑，这个蠢货还是没学乖。他猛地抓起桌上的金属烛台，高高举起，大步冲向沃尔特：“今天我一定要彻底修理你那颗腐烂的脑袋！”沃尔特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四处躲避，眼看沉重的烛台就要砸下，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稳稳地抓住了莱昂纳德的手腕。莱昂纳德的动作戛然而止，他愤怒地转过头，却对上了一双冷峻的眼睛。沃尔特瘫坐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这一幕。诺亚稳稳地扣住莱昂纳德的手腕，语气平静地说道：“陛下，请冷静一点。”莱昂纳德怒视着诺亚，大声吼道：“你看我现在像冷静的样子吗？立刻给我放手！”沃尔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死死抱住诺亚的腰，带着哭腔尖叫道：“不，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放手！”莱昂纳德挣扎着挥动另一只手中的烛台，放手！走廊里的侍卫和官员们纷纷侧目，窃窃私语地看着这场闹剧。诺亚微微侧过头，冷淡地提醒道：“够了，两位都适可而止吧，这里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莱昂纳德扫视了一圈周围指指点点的人群，眼中闪过一丝阴沉的怒意。他发出一声不悦的啧啧声。诺亚松开了莱昂纳德的手腕，沃尔特瑟瑟发抖地不敢松开。莱昂纳德整理了一下被弄乱的衣领，余怒未消地瞪了沃尔特一眼，随后转身走向房间深处。沃尔特见危机暂时解除，这才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瘫软下来，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莱昂纳德猛地转过身，厉声喝道：“沃尔特公爵！”沃尔特吓得浑身一颤，缩着脖子颤声回应道：“是的。”莱昂纳德将手中的烛台重拍在桌上，语气冰冷地命令道：“在关于你的那篇报道平息之前，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府邸里反省，一步也不准踏出去。”沃尔特惊恐地瞪大眼睛，忙不迭地大声应道：“遵命。”随着沉重的房门关上，房间内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莱昂纳德疲惫地坐在书桌后，揉着太阳穴问道：“你看过那篇报道了吗？”诺亚站在桌前，平静地回答道：“是的。”莱昂纳德抬起眼皮，目光犀利地盯着他：“既然如此，你应该明白我叫你来的目的。”
如你所知，在这种敏感时期，如果传出皇室蔑视平民的谣言，会变得非常棘手。我们必须想办法压制住舆论。诺亚微微低头，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接话道：“所以，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用另一则更大的丑闻来覆盖掉头版头条，是这样吗？”莱昂纳德发出一声不悦的轻啧：“你这个傲慢的小鬼！”诺亚微微躬身，语气中带着一丝疏离。看来您接下来会很忙，那我就先告辞了。他转过身，正要离开房间，莱昂纳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诺亚，你没忘记吧？你的哥哥亚瑟作为皇太子，必须永远保持威严与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王子的你，必须在这些琐事上挺身而出。”诺亚停下脚步，眼神中透出一丝阴郁，看来又要被派去处理一些愚蠢的差事了。在诺福克这片广袤的大陆上，西律王国曾作为最强大的势力统治着一切。然而，随着时代的浪潮涌动，共和制的出现改变了局势，革命的火种开始在诺福克大陆上缓慢蔓延，动摇着古老的王权。革命的浪潮在远方翻涌，愤怒的人群高举旗帜，火光映照着那些试图攀爬权力巅峰的手。诺亚独自走在长廊中，心中满是厌倦。为了掩盖皇室蔑视平民的丑闻，他不得不再次戴上面具，去演一场滑稽的戏。镁光灯接连闪烁，快门声此起彼伏。诺亚站在聚光灯下，眼神冰冷而疏离。一名随从凑到他耳边，低声提醒道：“殿下，该前往下一个活动现场了。”诺亚一言不发地穿过人群，这种生活让他感到窒息。回到马车上，诺亚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随口问道：“梅森，今天的报纸怎么样？”随从梅森有些局促地翻开报纸，看着上面依然醒目的丑闻报道。还是老样子。诺亚抬起手遮住双眼，发出一声冷笑。已经过了1个星期，居然一点进展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演下去。梅森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等等，有一份报纸。他急忙翻找出一份报刊，指着上面的版面说道：“只有这一家报纸，沃尔特公爵的丑闻没有出现在头版。”诺亚接过报纸，目光落在照片上，那是一个穿着学士服、怀抱鲜花的年轻女性。照片下方写着“赫林顿大学优秀毕业生”。梅森兴致勃勃地介绍道：“她是波德共和国赫林顿大学最年轻的毕业生。”诺亚盯着照片上的名字，轻声念道：“奥利维亚·利伯蒂。”他抬起头看向梅森，语气中带着一丝怀疑：“就凭她也能上头版？”梅森露出惊讶的神情，回应道：“殿下，您竟然不知道利伯蒂小姐吗？她可是赫林顿大学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女学生，入学的时候每天都是新闻头条。”梅森越说越兴奋，手舞足蹈地继续补充道：“而且她还是西律人，现在又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了。在西律的平民阶层中，她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人物。”诺亚摩挲着下巴，陷入了沉思。名气大到足以盖过叔叔的丑闻吗？梅森指着报纸上的照片，一脸陶醉地补充道：“而且您看他的长相。”诺亚打断了他的话。梅森疑惑地抬起头：“怎么了，殿下？”诺亚语气果断地命令道：“让马车掉头回宫殿。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彻底挽回皇室的形象。当身份地位决定财富的时代走向终结，那些厌倦了骑士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一片新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波尔德共和国。因此，人们称这里为几乎没有骑士的国家。”奥利维亚若有所思地问道：“为什么不呢？”安森。奥利维亚看向坐在对面的安森，他正端着茶杯，动作优雅地品了一口。安森放下茶杯，回应道：“当然不行。”奥利维亚。安森放下茶杯，脸上带着温和却疏离的微笑，说道：“女人怎么能加入研究团队呢？”奥利维亚猛地站起身，情绪激动地反驳道：“但我设计的魔法穹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了，正是因为设计者是我和奥利弗，这个项目才得以成功。”安森沉默地看着他，眼神深邃。“难道你不记得在大学的时候吗？当时你展示了完全相同的魔法穹顶。”他回想起当年的场景，在座无虚席的礼堂里，那些评委和学生们发出了刺耳的嘲笑声，他们指着台上的女孩说道：“女孩子果然只会这种荒唐的幻想。”奥利维亚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尖微微颤抖。“当时你得到的只有嘲笑。”他沉默了片刻，紧紧攥住了裙摆。安森摊开双手说道：“如果用女性的名字，那项研究根本不可能成功，所以我才用奥利弗这个化名和你共同申请了专利。”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为什么你变得这么贪心呢？”奥利维亚愣住了。“贪心？”他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交叠在膝头。“我只是想用回我自己的名字，这难道也算贪心吗？”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宽敞的会客室内只剩下凝固的空气。安森轻笑了一声，打破僵局：“是因为钱吗？”奥利维亚的身体猛地一颤。安森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你已经毕业了，奖学金也停了，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吧？”他将信封扔在桌上，厚厚的一叠钞票从信封口滑落出来。安森靠在椅背上说道：“就像现在这样，继续当奥利弗吧，我会保证你不会缺生活费的。”奥利维亚盯着桌上的信封，沉默了许久。他伸出手，指尖触碰到那叠钞票，将其紧紧抓在手里，说道：“不要把这叫做生活费。”奥利维亚猛地站起身，将信封收进怀里。他直视着安森，大声说道：“这不是生活费，这是我应得的报酬。”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安森坐在原处，听着房门关上的声音，发出了一声轻笑。他单手托着下巴，看着奥利维亚离去的方向，低声自言自语道：“真是可爱啊。”奥利维亚快步走在走廊里，努力平复着呼吸，冷静点，没关系的，至少这个月的生活费
有着落了。他低头看着手中的信封，必须赶快把简历投给剩下的几家公司。但如果再次被拒绝，我该怎么办？利伯蒂小姐，一个傲慢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奥利维亚猛地停下脚步，惊讶地抬起头。威廉夫人正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折扇，神情冷淡地注视着他。奥利维亚低声说道：“威廉夫人。”他微微躬身行礼：“你好。”偏偏是今天，偏偏又遇到了他。威廉夫人眯起眼睛，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别打招呼了，像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撞见你。”他上下打量着奥利维亚，眼神中充满了轻蔑，真是让人感到非常不愉快。威廉夫人停下脚步，鞋跟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侧过身，语气冰冷地说道：“我本不想说这些，但看来如果不把话挑明，你是不会明白的。”威廉夫人转过身，用折扇遮住半张脸，眼神中满是鄙夷：“年轻小姐应该懂得羞耻，你不该在大白天跑到酒店来见男人。”奥利维亚猛地抬起头，满脸不可置信：“你在说什么？”他急切地辩解道：“酒店的大部分会客室都是用来进行商务会谈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事情要和你儿子商量。”威廉夫人发出一声冷笑：“商量？你能有什么事情需要和威廉公司的负责人商量？”奥利维亚张了张嘴，正要开口：“我是想谈谈关于魔法穹顶的事。”他的话音戛然而止，脑海中突然回想起安森刚才说过的话：“别忘了，在大学的时候，你得到的只有嘲笑。”奥利维亚站在原地，耳边仿佛再次响起大学礼堂里那些刺耳的嘲笑。女孩子果然只会这种荒唐的幻想。她低垂着头，长发遮住了神情：“我是魔法穹顶的设计者。”母亲，一个温和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威廉夫人脸上的冰冷瞬间消散，转而露出灿烂的笑容。“哦，安森，我的儿子。”安森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近，向威廉夫人问道：“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威廉夫人亲昵地挽住儿子的手臂，笑着回应道：“我刚到。”安森转过头，目光落在奥利维亚身上，语气平淡地说道：“啊，奥利维亚，你还没走吗？我以为你已经忙完离开了。”奥利维亚紧紧攥着手中的信封，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沉默着，一言不发。安森收回视线，对奥利维亚叮嘱道：“以后不要再约在酒店见面了，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荒谬的误会。”奥利维亚抬起头，看着安森那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心中翻涌着无声的呐喊：“是我设计的，不是你儿子。”奥利维亚紧咬着牙关，不，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内心的愤怒与委屈，冷冷地说道：“我们以后大概没有理由再见面了。”奥利维亚猛地转过身，长发在空中划过一道决绝的弧线，他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威廉夫人看着奥利维亚的背影，气得浑身发抖，真是太无理了。他转头看向安森，严厉地叮嘱道：“安森，从现在起不要再和那种人见面了。”安森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一抹温和的笑意。他正要开口，威廉夫人却突然拔高了音量：“安森！”他伸出手，紧紧捧住儿子的脸庞，神情严肃地说道：“虽然波尔德是个共和国，但它的核心依然是贵族。”安森沉默地听着，任由母亲捧着自己的脸。威廉夫人继续告诫道：“如果你想进一步扩大生意，就绝对不能和那种平民女孩扯上关系。”安森看着母亲，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轻声回应道：“是的，母亲。”安森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微笑着安抚道：“别担心，母亲。”他眼神中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漠，那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奥利维亚独自登上了马车，车门在身后重重关上。他坐在昏暗的车厢内，从怀中取出那本厚重的笔记，指尖轻轻摩挲着泛黄的纸页。记忆中，年少的安森曾凑在笔记前，发自内心的赞叹道：“太神奇了，奥利维亚，你真的是一个人想出这些蓝图的吗？”他指着笔记上的魔法阵，兴奋地继续说道：“利用魔法引力一次性攻击怪物，这意味着再也不用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了。”奥利维亚坐在长椅上，张开双臂比划着，语气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没错，只要一个人的魔力，就能同时攻击成百上千的怪物。”砰的一声，安森坐在他身边，静静地听着他描述那些宏大的构想。奥利维亚转过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说道：“我已经想好名字了。”安森好奇地问道：“是什么？”奥利维亚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魔法穹顶。”回忆的画面渐渐破碎，现实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奥利维亚的脸颊滑落，滴在怀中那本沉重的笔记上。他坐在颠簸的马车里，低着头，任由泪水无声的流淌。“别哭，奥利维亚，绝对不能哭。”在波尔德建国100年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成长到足以与西律王国并驾齐驱的程度，见证了波尔德崛起的西律王国先王莱昂纳德将西灵顿大学的校区赠予了波尔德，并率先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西灵顿大学波尔德校区的校长办公室内，奥利维亚独自坐在沙发上，手中紧握着一份文件，文件上的字迹清晰而冰冷。“尽管您拥有出众的能力与潜力，遗憾的是在资料审核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在更好的机会下与您再次相遇。”奥利维亚看着这份拒绝信，陷入了沉思，该怎么开口告诉他呢？门被推开了，玛格丽特走入房间问道：“等很久了吗？刚才有位客人在。”奥利维亚立刻将手中的信封藏到身后，有些局促地回应道：“完全没有，教授，我并没等多久。”玛格丽特走进桌边，目光落在了那封没来得及完全藏好的信件上。她沉默了片刻，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奥利维亚见无法隐瞒，只好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将信封重新拿了出来。玛格丽特看着他说道：“那些无法识别真正人才的公司，本来就不值得你去。”奥利维亚轻轻摩挲着信封，低声感叹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您，教授。”
他低下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愧疚：“抱歉，明明您还特意为我写了推荐信。”玛格丽特在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平静地回应道：“这没什么好道歉的。”玛格丽特的神色沉了下来，心中暗自不悦，真是一群傲慢的蠢货，竟然拒绝了我亲自推荐的人。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奥利维亚看着教授阴沉的脸色，有些不安地轻声唤道：“教授。”玛格丽特没有立刻回应，只是推了推单片眼镜，陷入了短暂的权衡。随后，他像是做出了某种决定，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了过去，说道：“拿着这个。”奥利维亚有些迟疑地伸出双手接过来，那是一封封口处压着金色火漆的信函。他看清了上面的文章，那是西律王国的王室徽章。奥利维亚惊讶地问道：“这难道是王室信函？为什么要把它给我？”玛格丽特靠在椅背上，语气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因为这是写给你的，打开看看吧。”奥利维亚捧着信封，依然感到难以置信，来自西律王宫的信，给我的。奥利维亚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取出那张印有繁复花纹的信笺。致西灵顿大学的骄傲，最优秀的毕业生奥利维亚，诚挚邀请您参加金秋的王室晚宴。奥利维亚反复确认着上面的名字，轻声问道：“邀请函？”玛格丽特双手交叠在胸前，神情严肃地说道：“坦白说，这并不是一份纯粹的邀请，这也是我之前犹豫要不要交给你的原因。”奥利维亚有些困惑，他们邀请我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玛格丽特语气中带着一丝轻蔑。某个王室的小鬼闹出了一场令人厌烦的丑闻，现在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报道这件事。玛格丽特继续说道：“他们打算利用关于你的报道来掩盖那个麻烦的丑闻。奥利维亚即将造访西律王国，这足以成为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头条新闻。”奥利维亚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仅仅因为我，那些丑闻真的就能被掩盖吗？”玛格丽特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眼前这个毫无自觉的学生说道：“天哪，你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出名吗？”玛格丽特看着奥利维亚，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我本不想让你被这些流言蜚语困扰，所以你怎么想？你想去吗？”奥利维亚低头看着手中的邀请函，轻声回应道：“当然想去，我一直想再去一次西律王国，哪怕只有一次也好。”他停顿了一下，有些犹豫地问道：“这次行程大概要多久？”玛格丽特思索着回答道：“单程大约需要3周。以我对莱昂纳德的了解，他绝不会让你在晚宴结束后就立刻离开，你可能会在那里待上1周左右。”奥利维亚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这么说，算上往返的时间，我大概要离开1个半月。玛格丽特点了点头，没错。奥利维亚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信封上的火漆，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过了许久，他才低声问道：“我真的可以去吗？如果我走了，奶奶这段时间就只能一个人生活了。”玛格丽特听后挑了挑眉，有些无奈地反驳道：“直到去年为止，你的奶奶都还是你的监护人呢，现在到底是谁在担心谁啊？”奥利维亚依旧有些迟疑，可是玛格丽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变得强硬而果断：“别再犹豫了，去准备吧。”玛格丽特看着奥利维亚说道：“如果有必要，我会派人去照顾你奶奶的身体，并帮她打理家务，所以你可以毫无顾虑地做出决定。”奥利维亚有些动容地轻声唤道：“教授。”玛格丽特继续说道：“如果你想去，我会陪你一起去，在那样的社交场合，如果你一个人去，只会被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奥利维亚看着玛格丽特，心中暗自思忖：这样真的没问题吗？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好，毕竟以后很难再有去西律王国的机会了。”然而回到家后，奶奶却果断地拒绝道：“不行。”奥利维亚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哎？”奥利维亚急切地问道：“为什么不行？我是作为贵宾受邀参加的，所有费用全免，而且玛格丽特教授也会亲自陪同我一起去。”他继续劝说道：“我一直想以成年人的身份再次造访西律王国，如果错过这次机会，谁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教授还安排了人每天2次来家里打扫并照顾您的健康。”奶奶沉默地看着奥利维亚，心中充满了忧虑，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平民女孩独自进入上流社会，那实在是太危险了。然而看着眼前的孙女，奶奶想起了奥利维亚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她总是显得忧郁而内敛，现在的奥利维亚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那是奶奶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生动神情。奶奶在心中暗自叹息，既然你露出了这样的表情，我还能怎么阻止你呢？她终于松了口，问道：“所以玛格丽特公主会亲自陪你一起去吗？”奥利维亚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大声回答道：“是的，谢谢您，奶奶。”巨大的帆船在海面上破浪前行，白色的风帆在海风中猎猎作响，载着奥利维亚驶向远方的西律王国。3周后，西律王国的马球俱乐部内，空气中弥漫着昂贵烟草与美酒的气息。一名红发贵族坐在红色的天鹅绒沙发上，看着对面的男人问道：“诺亚，那是真的吗？”诺亚正端着酒杯，指尖轻晃着杯中深红色的液体，他神情阴郁而冷峻，漫不经心的反问答：“什么？”红发贵族有些急躁地追问道：“什么叫什么？”当然是关于那个波尔德女孩的传闻。周围的几名贵族子弟也纷纷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听说她今天要抵达王宫了，是真的吗？”那个来自波尔德的奥利维亚要来参加秋季晚宴了。诺亚漫不经心地回应道：“啊，是的。”周围的贵族青年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简直是天使降临。诺亚独自坐在沙发深处，冷冷地看着这群兴奋过头的同僚，心中暗自嘲讽：真是一群可悲的白痴。他放下酒杯，语气平淡地提醒道：“你们最好别抱太大的期待。”其中一人停下动作，疑惑地问道：“为什么？”诺亚
微微侧过头，眼神中透出一丝阴郁的冷意。我只是在担心你们，因为我的姑姑会和奥利维亚小姐同行。听到这个消息，原本喧闹的房间瞬间陷入了死寂，几名贵族青年僵在原地，冷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他们颤抖着确认道：“玛格丽特女士吗？”那个严厉且令人畏惧的名字，像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他们所有的幻想。一名贵族青年满脸惊恐地问道：“真的吗？玛格丽特公主竟然为了一个学生亲自回国？”诺亚冷淡地回应道：“我怎么会知道？”另一人猜测道：“她一定是非常看重那个唯一的女性学生吧？”诺亚端起酒杯，看着杯中摇曳的红酒，心中暗自嘲讽：“蠢货！我的姑姑可不是那种会因为对方是女性就倍加宠爱的人。”诺亚微微眯起双眼，眼神中透出一丝审视。能让他看中的人，性格一定非常强硬且不好对付吧？与此同时，在阳光明媚的港口，奥利维亚提着行李箱走下甲板。他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色，脸上洋溢着灿烂而温婉的笑容。月光笼罩着宏伟的宫殿，玛格丽特走在长廊上，奥利维亚紧随其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有些迟疑地问道：“教授，真的没关系吗？不穿礼服真的可以吗？”玛格丽特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奥利维亚，回应道：“当然没关系，你现在这样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要是再穿上华丽的礼服，那可就太危险了。”奥利维亚听后显得更加局促，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教授！”玛格丽特发出一声轻笑，继续迈开步子向前走去。一名女仆在走廊尽头微微躬身行礼，目送着两人走远。奥利维亚猛地回过神，发现身旁还有一名女仆正看着自己，他顿时羞红了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是太尴尬了。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必须赶紧换个话题才行。奥利维亚看向玛格丽特问道：“您刚才说我们今天要见的那两位皇子长得很像，对吗？”玛格丽特看穿了他生硬的转场，发出一声轻笑，回应道：“是的，不过他们的气质完全不同，你不会认错的。”玛格丽特继续解释道：“拥有蓝色眼睛的是大皇子亚瑟，而拥有淡绿色眼睛的则是诺亚皇子。”奥利维亚低声重复着这些信息，努力将其记在脑海中。蓝眼睛的是亚瑟皇子，绿眼睛的是诺亚皇子。玛格丽特停下脚步说道：“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宴会厅。”奥利维亚抬起头，望向前方那扇紧闭的大门。巨大的宴会厅大门矗立在眼前，奥利维亚仰望着这扇门，心中满是震撼。好大！玛格丽特察觉到了他的僵硬，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别紧张，就像你在波尔德领地时那样表现就好。”奥利维亚转头看向他，玛格丽特神情严肃地叮嘱道：“你今天是以王室客人的身份出席，所以没必要被任何人吓到。”听到这番鼓励，奥利维亚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了一些，他露出一抹微笑，回应道：“好的，教授。”他在心中默默给自己打气：“没错，别紧张，毕竟我也参加过几次宴会了，虽然那是皇室宴会。”奥利维亚在心中安慰自己，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吧。他点了点头，发出一声轻快的应和。然而，当大门开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僵住。华丽的宴会厅内人头攒动，贵族们身着盛装穿梭其间，谈笑声与乐曲交织在一起。这种规模与气势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奥利维亚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目瞪口呆，刚才的自信瞬间烟消云散。怎么可能一样啊？玛格丽特察觉到他的退缩，微微侧过身，低声说道：“跟在我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奥利维亚被吓了一跳，连忙应道：“是的。”他紧紧跟在玛格丽特身后，目光扫过大厅内垂挂的巨大吊灯，以及长桌上琳琅满目的精致甜点。这里的奢华程度根本不是大学举办的宴会能比拟的。奥利维亚暗自庆幸，还好教授在身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简直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正当他稍稍安心时，视线中似乎出现了什么，让他不由得愣住了。啊！奥利维亚环顾四周，那些衣着华丽的贵族们正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他们摇晃着酒杯，或是用折扇遮住半张脸，低声私语，目光时不时扫向这个格格不入的闯入者。奥利维亚感到一阵寒意，仿佛有无数根带刺的藤蔓正向他缠绕而来。他下意识地攥紧了双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幸好我不是一个人来的。就在这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奥利维亚抬起头，王后正缓步走来。玛格丽特公主，王后身着华丽的紫色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耀眼。奥利维亚看着这位气场强大的女性，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涟漪。玛格丽特转过身看向奥利维亚说道：“奥利维亚，过来，我为你引荐一下。”奥利维亚猛地一惊，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连忙回应道：“是的。”奥利维亚死死攥住裙摆，指尖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糟糕，手根本停不下来，一直在发抖。如果在这里犯错的话，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这里。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迈开步子向前走去，脚踝却在此时猛地一歪，整个人失去平衡，向一侧倒去。奥利维亚惊呼出声，身体在半空中踉跄，眼看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倒在地。就在他闭上眼等待撞击的那一刻，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怀抱接住了他。奥利维亚跌入了一片柔软的织物中，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气息。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你还好吗？”奥利维亚缓缓睁开双眼，视线逐渐清晰，他对上了一双关切的眼眸，整个人愣在了原地。诺亚稳地接住了奥利维亚，他惊魂未定地靠在诺亚怀中，双手下意识地抵住他宽阔的胸膛，感受着那件华丽军官制服的质感。
奥利维亚抬起头，近距离注视着那双眼眸，绿色的眼睛，绿色的眼睛意味着他失神的难道诺亚皇子？诺亚静静地注视着怀里的女孩，神情冷峻而专注，没有立刻松手。奥利维亚猛地惊醒，理智终于回到了脑海中，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急忙从诺亚怀中退开，慌乱地整理着自己的裙摆，说道：“谢谢您接住我。”诺亚看着他局促不安的样子，回应道：“没关系，你没受伤就好。”周围的贵族们纷纷侧目，沃尔特在一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诺亚却并未理会他人的目光，只是平静地站在原地。诺亚盯着眼前的女孩，眼神中透出一丝锐利。玛格丽特打破了沉默，说道：“看够了，就到此为止吧，让我们完成引荐。”他看着诺亚，心中有些诧异，这个一向冷淡的弟弟竟然会主动接住一个快要摔倒的女人，而不是站在原地冷眼旁观。奥利维亚惊慌失措地躲到玛格丽特身后，小声喊道：“教授！”他稳住身形，向皇室成员们行礼，说道：“好久不见，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这场宴会。”沃尔特在一旁有些局促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欢迎，感谢两位远道而来。”他察觉到诺亚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奥利维亚身上，那目光中带着审视与探究。他并不明白诺亚为何如此关注这个女孩。利伯蒂小姐，很高兴见到你。奥利维亚平复了一下心跳，优雅的行礼回应道：“不，这是我的荣幸。”沃尔特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发出一声沉稳的咳嗽声。他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交叠在身前，神情严肃地说道：“既然引荐已经结束了。”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奥利维亚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心中依然感到一阵紧张。大门缓缓开启，发出一阵沉闷的摩擦声，门后的景象让空气瞬间变得嘈杂起来。沃尔特张开双臂，神情显得格外兴奋。“走吧，去见见那些等候多时的记者们。”门外闪光灯此起彼伏，记者们架起相机，争先恐后的按动快门，每个人都想抢占最好的拍摄位置。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的狂热中。玛格丽特被这阵仗弄得有些头疼，又是这些家伙。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前，大声宣布道：“在采访正式开始前，我们要先拍一张合影，作为主报道的封面图。”嘈杂的议论声在大厅内回荡。奥利维亚正有些失神，突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利伯蒂小姐。”奥利维亚猛地抬起头，有些慌乱地应道：“在。”工作人员指了指前方的位置，说道：“利伯蒂小姐，请站到诺亚皇子身边去。”奥利维亚愣了一下，随后低声应道：“啊，好的。”他迈开步子，小心翼翼地走到诺亚身旁。奥利维亚有些拘谨，下意识地与他保持了一点距离。摄影师调整着镜头喊道：“请再靠近一点。”奥利维亚愣在原地，发出了一声疑惑的轻叹。诺亚微微侧过头，神情冷峻地看向他，说道：“为了构图平衡，你需要再靠近一点。”奥利维亚猛地回过神，有些慌乱地应道：“啊，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向诺亚的方向靠近了一点点。诺亚注视着他的动作，眼神中透出一丝深意。他突然迈开步子，主动向奥利维亚跨进了一大步。奥利维亚被这突如其来的靠近吓了一跳，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住，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到近在咫尺。一股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奥利维亚微微扬起头，看着诺亚近在眼前的侧脸，心中暗自想到：好香的味道，是古龙水吗？诺亚垂下眼帘，目光落在奥利维亚身上，这种味道很适合他。奥利维亚猛地一惊，天哪！我在想什么？对皇室成员这么失礼，他羞红了脸，急忙低下头避开视线，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膛，该怎么办才好？摄影师的声音在前方响起：“好，要拍了。”奥利维亚努力维持着平静，可双手还是止不住的颤抖。诺亚站在他身侧，神情冷峻地注视着前方。快门声响起，灯光闪烁，画面定格在这一刻。诺亚与奥利维亚并肩而立，照片中的诺亚目光深邃，奥利维亚则显得有些局促，心跳声在嘈杂的现场依然清晰可闻。王后看着不远处的采访现场，这已经是第几次采访了？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居然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诺亚，快去阻止你父亲吧。”诺亚微笑着看向母亲，回应道：“放弃吧，母亲，他现在正乐在其中呢。”采访仍在继续，记者兴致勃勃地抛出下一个问题：“利伯蒂小姐，关于你毕业的赫林顿大学，你有什么看法？”奥利维亚沉思片刻，微笑着回应道：“赫林顿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学府，可以被认为是波尔德共和国众多大学中最优秀的一所。”莱昂纳德听着他的回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正如你所知，说波尔德的政治和金融界都被赫林顿的校友所主导，这一点也不夸张。他赞许地点了点头。很好，奥利维亚从容地应对着每一个提问，表现得无懈可击。莱昂奈德看着眼前的女孩，心中暗自赞叹，真是太出色了，简直完美。他忍不住在心里对比起来，他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精准选出最得体的措辞，不像诺亚那个家伙，总是表现得那么冷淡，说话只挑重点，一点也不圆滑。只要有这位年轻女士在，就能彻底压制住那个混蛋沃尔特引发的丑闻。那些报纸最近一直盯着那件事不放，真是让人头疼。王后看着这一幕，无奈地扶住额头：“哦，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眼睛好痛。”诺亚扶住母亲，轻声说道：“我们回房间吧，这里至少还要持续1个小时。”他转头看向正沉浸在采访中的父亲和奥利维亚，眼神中透出一丝深意。这样一来，暂时就不会有那些烦人的琐事来找麻烦了。奥利维亚端坐在沙发上，快门声在房间里此起彼伏，他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姿态。诺亚注视着他的侧影，他真是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诺亚护送着母亲走向寝殿大门，王后停下脚步说道：“
谢谢你送我回来。诺亚微微欠身回应道：“这没什么，请好好休息。”母亲王后看着儿子的背影，心中泛起一丝疑虑，难道他真的对利伯蒂小姐感兴趣？这种事直接开口问，会不会太爱管闲事了？他思索片刻，转过身对诺亚说道：“不，等我们回去之后，请替我好好照顾利伯蒂小姐。”诺亚停下脚步，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回应道：“好的。”奥利维亚感到精疲力竭，肚子也饿得厉害，他叫住了正要经过的女仆：“那个，打扰一下。”女仆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这位显得有些虚弱的女士。奥利维亚继续问道：“请问您知道玛格丽特公主现在在哪里吗？”在走廊转角的阴影处，几个身影正鬼鬼祟祟地窥视着，其中一人发出了低沉的笑声：“嘿嘿，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利维亚吗？”他们躲在柱子后面，目光紧紧盯着奥利维亚的一举一动。其中一人低声惊呼道：“哦，他动了！”眼看奥利维亚走远，几个人急忙从藏身处钻了出来：“快跟上！快点，快点！利伯蒂小姐，请等一下！”奥利维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声音的来源。埃尔和几个同伴猛地停住脚步，发出了由衷的惊叹：“哇，她真的好漂亮！利伯蒂小姐，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埃尔·波姆。”他迫不及待地继续说道：“听说你今年19岁，是真的吗？我还听说你主修工程学，那你有没有亲自画过蓝图或者设计图？”奥利维亚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什么？”埃尔和同伴们又凑近了几分，语气愈发激昂：“我是说，我觉得你穿礼服一定会更漂亮，要不要我送你一件？”奥利维亚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心中充满了困惑，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奥利维亚礼貌地笑了笑，试图从人群中挤过去。“那个，抱歉，我得去见玛格丽特公主了，如果你们能让我过去的话。”埃尔反而更加兴奋地凑了上来。比起那个，奥利维亚，你以前跳过舞吗？奥利维亚看着眼前这群人，感到一阵无力。不，他们根本没在听我说话。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埃尔和同伴们猛地一颤，僵在了原地。他们战战兢兢地转过头，看清来人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不，诺亚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眼神中透着令人胆寒的威压。“我刚才问你们，打算对王室的客人做什么？”埃尔冷汗直流，支支吾吾地辩解道：“我们只是觉得利伯蒂小姐看起来很寂寞。”诺亚的目光变得愈发锐利，死死盯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埃尔和同伴们吓得魂飞魄散。没什么，请原谅我们。”他们一边语无伦次的道歉，一边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脚步声急促的消失在走廊尽头。奥利维亚看着这荒诞的一幕，有些茫然的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诺亚收回冰冷的目光，转而看向身边的奥利维亚，他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站在他身侧。奥利维亚注视着诺亚的侧脸，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波澜。他突然在人群中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啊，教授！”他看到玛格丽特正站在不远处与人交谈，于是转头对诺亚说道：“感谢您的帮助，殿下。”他微微欠身致谢，随后指了指玛格丽特的方向：“我现在要去见教授了，请等一下。”奥利维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诺亚。“什么？”诺亚看向远处正在交谈的玛格丽特，又看向大厅里攒动的人影，说道：“在去找姑妈的路上，你看到那些对你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年轻贵族了吗？”诺亚继续说道：“如果你想避开他们，恐怕没那么容易。舞池中央已经被舞者占据了，想要穿过去会很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人比刚才那几个纠缠不休的家伙更难对付。你确定没问题吗？”奥利维亚愣住了，他看着眼前热闹非凡却又难以通行的舞池，有些不知所措。“啊！”他思索片刻，试探着问道：“那如果我在这里等到这支舞结束呢？”诺亚摇了摇头。华尔兹之后会紧接着下一首曲子，中间没有休息时间。奥利维亚陷入了纠结，该怎么办才好？是要一直等到教授结束谈话吗？他紧紧抿着嘴唇，神情显得愈发局促不安。诺亚静静地注视着奥利维亚，沉默了片刻，他的手指微微动了动，随后向他伸出了手。“这支舞并不难，你想尝试一下吗？”奥利维亚愣在原地，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什么？”诺亚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跳舞的话，就可以自然地穿过宴会厅，只要跳上3步，我们就能直接到达我姑妈面前了。”奥利维亚显得有些局促，他急忙摆着手拒绝道：“哈，可是我从来没有跳过舞。”诺亚并没有收回手，他语气温和地安抚道：“没关系，你只需要重复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好。”他注视着奥利维亚的眼睛，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可靠。“相信我，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我姑妈身边。”奥利维亚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这种感觉又来了。明明采访刚结束，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他犹豫着抬起手，指尖微微颤抖。最终，他将手轻轻搭在了诺亚宽大的掌心中。“那么，下次访问西律时，请务必联系我。”玛格丽特微微躬身，礼貌地回应道：“当然。”交谈终于结束，这场谈话比预想中还要久。不知道奥利维亚现在怎么样了？他正思索着，目光不经意扫向舞池中央，整个人猛地僵住。那是怎么回事？诺亚居然在跳舞！在华丽的灯火下，诺亚正揽着一名少女在人群中穿梭，动作优雅而自然。玛格丽特眯起眼睛，仔细辨认。等等，那件衣服难道是奥利维亚？奥利维亚紧紧贴着诺亚，随着他的引导在舞池中旋转。他显得有些局促，目光始终落在诺亚身上。周围的宾客纷纷停下动作，低声议论着那2个人到底在干什么。玛格丽特看着舞池中配合默契的2人，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不会吧？难道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感情？
就在这时，在2楼的阴影处，伊莎贝尔正冷冷地注视着下方的一切，她紧紧攥着扶手，眼神中透出浓烈的愤怒与阴沉。哈！伊莎贝尔发出一声冷笑，猛地攥紧了手中的蕾丝折扇，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扇骨在她的掌心中发出不堪重负的脆响。她死死盯着舞池中央，眼中燃烧着极恨的怒火。那个女人竟敢！伊莎贝尔咬牙切齿地低声咒骂：“一个卑贱的平民女孩，竟然敢待在我的王子身边！”大厅内回荡着悠扬的舞曲，宾客们在大理石地面上翩翩起舞。诺亚一边引导着舞步，一边低声对身边的奥利维亚说道：“向右走4步，然后重复旋转2次。”奥利维亚仰头看着他，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心跳声在乐曲间清晰可闻。诺亚继续耐心地指导道：“左手扶住我的肩膀。”奥利维亚顺从地将手搭上去，两人在舞池中紧紧相依，随着节奏变换着身姿。诺亚轻声问道：“那么我们要出发了吗？”奥利维亚坚定地回应道：“是的，是的。”两人的脚步交错，在花瓣与乐声中迈向舞池深处。诺亚带着奥利维亚在舞池中移动，口中轻声数着节拍：1、2、3、4。奥利维亚紧跟着他的步调，裙摆随着动作轻盈晃动。诺亚松开手，低声说道：“放手，转圈。”奥利维亚顺着力道旋转，在花丛映衬下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舞步。诺亚重新牵住他的手，问道：“感觉怎么样？没那么难吧？”奥利维亚抬头看向他，脸上露出了笑意。他伸手紧紧抓住诺亚的肩章，说道：“我想再多跳一会儿。”奥利维亚注视着诺亚，心中默默想着：“我想和他跳更久的舞，我想一直跳下去。”玛格丽特走上前来，神情严肃地打断了两人。他双手抱胸，审视着眼前的奥利维亚。奥利维亚有些尴尬地松开手，发现自己刚才一直紧紧抓着诺亚的肩章，甚至把上面的流苏都抓乱了。诺亚微微躬身行礼：“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告退了。”奥利维亚低声回应道：“谢谢你。”玛格丽特看着诺亚离开的背影，随后转头看向奥利维亚说道：“走吧，你肚子不饿吗？”奥利维亚点了点头：“是的。”两人并肩向宴会厅的另一侧走去。诺亚侧头看向二人的方向，诺亚垂下眼帘，神情冷淡地注视着前方。几名年轻贵族聚在一起。殿下，那是对待客人的正确方式吗？另一人立刻附和道：“就是说啊，我还想和他多聊聊呢。”诺亚周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他面无表情地回应道：“阿斯特里德的客人，自然由阿斯特里德来接待。”那几名贵族被这股威压震慑，顿时哑口无言，只能尴尬地支吾着：“啊，不！”诺亚走到其中一人身边，压低声音警告道：“小心点，这里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甚至因为是在公共场合，我才对你们使用了敬语。”那名贵族颤声回答道：“是的。”伊莎贝尔悄悄注视着诺亚，他开口道：“朱伯恩夫人。”朱伯恩站在走廊上，看着面前的年轻女性说道：“请讲吧，伊莎贝尔小姐。”伊莎贝尔手中把玩着折扇，直截了当地问道：“我要怎么做才能和诺亚殿下结婚？”朱伯恩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回应道：“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样也没关系吗？”伊莎贝尔微微眯起眼睛，眼神中透着志在必得的果决。她看着诺亚离去的背影，低声回应道：“当然，请您务必仔细考虑。”远处的城堡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宏伟。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建筑中传出，莱昂纳德指着手中的报纸放声大笑。终于，沃尔特的脸总算从头版上消失了。他兴奋地吩咐道：“好了，今天也要加把劲，快去叫利伯蒂小姐过来，顺便联系那些记者。”侍从在一旁疲惫地应道：“是的，陛下。”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远处的王宫建筑群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宏伟。一辆马车缓缓驶过街道，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规律的声响。奥利维亚走下马车，站在繁花盛开的庭院中，他抬起头，目光被前方高耸入云的建筑吸引。那是……奥利维亚屏住呼吸，注视着那座宏伟的塔楼。虽然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但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奥利弗设计的魔法穹顶。奥利维亚仰望着那座高耸入云的白色塔楼，那是奥利弗设计的作品。玛格丽特冷哼一声说道：“没错，阶级制度正在崩溃，但他们仅仅因为发明者是女性，就拒绝承认这项专利，这理由还真是滑稽。”他看向奥利维亚，叮嘱道：“奥利维亚，一定要确保你有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奥利弗。”奥利维亚微笑着回应道：“是的，我一直妥善保存着。”玛格丽特伸手按住奥利维亚的肩膀：“不要随波逐流，奥利维亚，能够突破重围的时刻终会到来，而你将会是第一人，因为你无论做什么，永远都是第一名。”奥利维亚轻声说道：“我并没有那么出色，教授。”玛格丽特侧过头，神情中带着一丝调侃：“是吗？那么赫林顿大学的名声看来也一文不值了。”奥利维亚忍不住笑出声来：“哦，真的吗，教授？”远处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啊，看来其他人已经到了。一辆华丽的马车在街道上疾驰，扬起阵阵尘埃。莱昂纳德快步走下台阶，诺亚紧随其后。莱昂内德看到前方的身影，笑着打招呼道：“哦，利伯蒂小姐，你已经到了。”奥利维亚提起裙摆，优雅地行了一礼，回应道：“向您问好，陛下。”莱昂纳德走近了一些，低声说道：“玛格丽特，我原以为你不会来的。”玛格丽特直视着他，平静地回答道：“我并不是为了您才来的，陛下。”微风拂过，花瓣在空气中打转。诺亚微微侧过头，嘴角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奥利维亚看着眼前的诺亚，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另一个身影，那是诺亚穿着军官制服时的模样。他曾对自己说过：“没那么难吧？”奥利维亚猛地
回过神来，他抬手按住额头，脸颊泛起一阵红晕。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那时候的事？玛格丽特察觉到了他的异样，有些无奈地感叹道：“哦，亲爱的。”他看着奥利维亚羞红的脸颊，轻轻摇了摇头。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姑姑！”露西提着裙摆，穿过繁花盛开的小径，一路小跑而来，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玛格丽特张开双臂迎接道：“露西，特蕾莎。”露西猛地扑进他的怀里：“姑姑，您过得好吗？”玛格丽特宠溺地回抱着他：“当然，我亲爱的露西也过得好吗？”奥利维亚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中暗自感叹：真可爱，真漂亮啊！他走上前去，微微躬身行礼道：“您好，公主殿下，我是奥利维亚·利伯蒂，很荣幸见到您。”露西从怀抱中转过头，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奥利维亚，随后礼貌地回应道：“很高兴见到你，我是露西·特蕾莎·阿斯特里德。”莱昂奈德看着聚在一起的众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用手帕擦了擦嘴角，说道：“既然大家都到齐了，出发前我们先拍张合照吧。”蓝天白云下，一阵微风拂过庭院，奥利维亚站在诺亚身边，风吹乱了他的长发，发丝拂过脸颊，遮住了他的视线。啊，这风！他正准备伸手整理，却发现诺亚已经站在了他身后，两人靠得很近。奥利维亚的长发随风飘动，几缕发丝甚至落在了诺亚的肩头。摄影师的声音从前方传来：“要拍了。”诺亚垂眸看着眼前的发丝，心中暗自思忖：如果我现在动手拨开，就得重新拍照了，真是麻烦。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映照出他冷峻而深邃的轮廓。他微微侧过头，目光投向远方，神情中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与自信。中央公园的街道上，华丽的马车缓缓驶过，两侧悬挂着带有飞鸟纹章的红色旗帜，人群的喧闹声此起彼伏。他们来了，快看！街道两旁的民众纷纷探出身子，欢呼声如潮水般涌向马车。陛下，莱昂纳德陛下万岁！阿斯特里德万岁！莱昂纳德站在人群中央，神情威严地向民众致意。沃尔特侧过头，正与身旁的贵族低声交谈。露西贝对着人群，兴奋地挥动着手臂：“皇太子殿下，诺亚王子殿下。”诺亚走在前方，神色冷静而从容。奥利维亚紧随其后，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他有些局促地抿起嘴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人群中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奥利维亚！利伯蒂！”奥利维亚猛地停下脚步，脸色变得苍白，他有些惊恐地环顾四周，呼吸变得急促。亚瑟察觉到了他的异样，转过头看向他，他看起来很紧张。诺亚沉默地注视着奥利维亚，眼神中透出一丝深不可测的意味。诺亚看着奥利维亚回应道：“是的，他看起来确实很紧张。”亚瑟无奈叹气：“我们真的需要拍这么多照片吗？”诺亚微微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冷淡。在拍到满意的照片之前，陛下是不会回宫的，所以全力配合是缩短这一切的唯一办法。人群的呼喊声再次响起：“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奥利维亚站在喧闹的街道中央，显得孤立无援。周围的人们都在欢呼，而那些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却让他感到窒息。他用力攥紧了裙摆，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奥利维亚的额角渗出一丝冷汗，他小心翼翼地侧过头，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试图确认那些声音的来源。玛格丽特站在不远处，正向着人群挥手示意大家。奥利维亚看着周围热闹的景象，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就连露西公主也是。露西牵着侍从的手，正欢快地向路边的民众挥手致意，动作自然而熟练。奥利维亚显得有些局促，他靠近身旁的玛格丽特，低声问道：“那个教授，我该怎么做才好？”玛格丽特停下脚步，转头看向奥利维亚，他这才意识到这是奥利维亚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玛格丽特放缓了语气，安慰道：“没必要紧张。”他看向前方欢呼的人群，继续说道：“只要保持微笑，偶尔点点头就行了，表现得自然一点。”奥利维亚垂下眼帘，轻声回应道：“好的。”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狂跳的心脏，回想起在大学的第一天，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和窃窃私语。奥利维亚看着眼前热情的民众，心中默默想到：至少在这里，没有人会对我投来嘲笑或冷眼。他抬起头，目光落在前方，神情渐渐变得坚定。这种感觉就像是……奥利维亚抬起头，看着眼前欢呼的人群，与曾经经历过的那些相比，眼前的场面根本不算什么。亚瑟注视着奥利维亚的背影，他适应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诺亚听到这话，微微侧过头问道：“谁？”亚瑟笑了笑，回应道：“利伯蒂小姐。”诺亚沉默地转回目光，他看着前方，神情显得有些冷峻。诺亚用余光扫过身侧的奥利维亚，看着他那副游刃有余的模样，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露出一抹难以捉摸的弧度。亚瑟继续观察着奥利维亚，刚才他还因为紧张而脸色苍白，但现在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奥利维亚走在人群中，他挺直了脊背，脸上浮现出温柔而得体的微笑。他开始学着向周围的人们点头致意，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从容。在宏伟的王室官邸前，莱昂纳德正坐在椅子上接受采访，他显得兴致勃勃，甚至有些亢奋。记者恭敬地问道：“陛下，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问题吗？”莱昂纳德爽快地回应道：“当然可以。”不远处的长廊下，玛格丽特看着这一幕，发出一声轻哼：“陛下对今天的媒体采访满意吗？”王后微笑着回应道：“非常满意。”她刚才还一直闷闷不乐呢。玛格丽特转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奥利维亚：“奥利维亚，你还好吗？”奥利维亚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是的，
王后皱起眉头，担忧地看着他。天哪，奥利维亚小姐，你的脸色看起来太差了。玛格丽特也附和道，难怪，刚才那场面一定很累人。几人正说着，一名拿着记录板的年轻记者走了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那个，陛下，殿下，他有些局促地问道，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短的采访吗？玛格丽特立刻回应道，当然可以。他转头看向奥利维亚，语气变得温和，趁这个机会去休息一下吧。奥利维亚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回头见。微风拂过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奥利维亚独自走在静谧的街道上，皮鞋轻扣着地面，发出清脆的节奏。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终于有机会能这样到处看看。他放慢脚步，低头看向脚下，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被岁月打磨得平整光滑，一直延伸向远方。奥利维亚抬起头，哈梅尔大教堂那高耸入云的尖塔依然如记忆中般宏伟壮丽，在阳光下显得肃穆而庄严。他的目光继续移动，落在了那座威严的金狮雕像上。他静静地伫立在广场中央，俯瞰着整座城市。奥利维亚停下脚步，眼神变得温柔而悠远。我记得这里。记忆的画面在脑海中渐渐清晰，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午后，年幼的奥利维亚牵着长辈的手，站在同样的雕像下。好甜啊，爷爷！老者慈祥地笑着说道。是吗？那再尝尝这个。奥利维亚闭上眼，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冰凉甜美的冰淇淋粘在唇边的触感，那是他童年里最纯粹的快乐。身旁的女性长辈无奈地叮嘱道，好啦，不能再吃了，不然你会肚子疼的。奥利维亚睁开眼，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色，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利弗，你真的那么喜欢吗？长辈慈祥的笑声在记忆中回荡。奥利维亚站在街道中央，眼神中满是怀念。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怀念的，也是我渴望回到西律的原因。哪怕只能在记忆里，也想再次见到那些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的人们。奥利维亚低头浅笑，神情温柔而沉静。微风拂过，发丝在空中轻盈地跳动。突然，一只手从斜后方伸出，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奥利维亚惊恐地瞪大双眼，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住，整个人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拽得向后踉跄。他急促地喘息着，心脏剧烈跳动，冷汗瞬间渗出了额角。谁？奥利维亚猛地转过身，是谁？他惊愕地瞪大双眼，呼吸在这一瞬间停滞，眼眶中不自觉地泛起泪光，整个人愣在原地。哎！奥利维亚看着他，声音颤抖着问道：“诺亚王子？”奥利维亚愣在原地，发出了一声疑惑的轻叹。诺亚站在他面前，神情沉稳且带着一丝思索。他伸出手，指尖轻轻掠过奥利维亚的发丝。奥利维亚有些迟疑地问道：“诺亚王子？”他看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暗自纳闷，他为什么要碰我的头发？奥利维亚试探着开口问道：“请问您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诺亚微微一怔，他收回手，目光移向一旁，发出一声含糊的应答：“啊。”他沉默了片刻，随后轻轻叹了口气，神色中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局促。露西躲在转角处，悄悄探出头，望着不远处奥利维亚的背影。莱曼夫人察觉到了小女孩的心思，温柔地提议道：“公主殿下，如果您感到好奇，就请过去找她吧。”露西有些迟疑，地仰起头问道：“真的可以吗？”莱曼夫人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露西鼓起勇气，迈着小小的步子跑向前方，追赶着奥利维亚的身影。她渐渐放慢了脚步，跟在奥利维亚身后，心中却泛起了愁绪。我该怎么开口和他搭话呢？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和他聊过天。就在露西纠结万分时，不远处的诺亚注意到了这个鬼鬼祟祟的小身影，他在心中疑惑道：“露西，他在那儿做什么？”诺亚走上前去，伸出手，轻轻拍了拍露西的肩膀。露西吓了一跳，猛地转过身，发出一声惊呼。诺亚看着受惊的小女孩喊道：“露西！”一只手突然伸出，紧紧抓住了奥利维亚的长发。奥利维亚惊叫一声，身体猛地失去平衡，整个人向后踉跄倒去。诺亚迅速上前，稳稳地扶住了他的身体，低声致歉道：“对不起。”奥利维亚惊魂未定，他站稳身子，有些茫然地望着眼前的诺亚。诺亚的身后似乎藏着什么人，衣角微微晃动。露西正紧紧拽着诺亚的外套，整个人缩在他的背后，只露出一双充满好奇的眼睛，悄悄打量着对面的奥利维亚。诺亚察觉到身后的动静，微微侧过头，看向那个躲在自己影子里的小女孩。诺亚低头看向躲在身后的妹妹，语气严肃地说道：“露西，你知道现在该做什么吧？”露西有些委屈地垂下眼帘，小声回应道：“对不起，哥哥。”他向前迈出一小步，诚恳地道歉道：“奥利维亚，真的很抱歉拽了你的头发，我本来是想叫住你的，结果哥哥突然抓住了我的肩膀，我被吓了一跳。”奥利维亚看着眼前这个认真道歉的小女孩，心中泛起一阵涟漪。他从未见过有贵族会如此真诚地向她致歉，而且还是露西公主和诺亚王子亲自道歉。奥利维亚回想起刚才混乱的一幕，诺亚当时急忙伸手想要拦住露西，看起来他也被吓得不轻。想到这里，奥利维亚的唇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他轻声回应道：“我没事的，公主殿下，很抱歉，我没能早点注意到您。”露西愣愣地看着他，似乎被这份亲切所触动。奥利维亚轻声说道：“不是我的错。”露西听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她兴奋地指向远处的狮子雕像，问道：“奥利维亚，你想看那个吗？那座金色的狮子雕像太棒了，它是王室的象征呢。”奥利维亚心中的防备悄然瓦解，他点头回应道：“是的，它确实很壮观，即便过了这么久，再次看到，依然觉得非常宏伟。”露西天真的说道：“我希望象征物是一角兽。”奥利维亚笑着附和道：“一角兽也会很棒的。”露西开心地跳了跳。“对了，你有昵称吗？”
我的名字露西，没法缩短。奥利维亚思索着提议道。利弗。露西兴奋地拍着手说道。那我也叫你利弗。高耸的石柱上，金色的狮子雕像静静俯瞰着整座城镇。奥利维亚停下脚步，拖着腮望向远方，陷入了沉思。露西转过身，安静地注视着奥利维亚的侧脸。露西轻声唤道：“那个利弗。”奥利维亚转过头，温柔地回应道：“是的，公主殿下。”露西伸出小手，轻轻牵住了奥利维亚的手。她扬起脸，露出了纯真而灿烂的笑容。奥利维亚低头看着那只紧握着自己的小手，心中涌起一股暖意，耳畔仿佛响起了欢迎的声音：“诚挚欢迎您来到西律。”奥利维亚静静地坐着，思绪渐渐飘远。上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和露西公主一般大，那是她最后一次和父母一起出门远行。奥利维亚沉浸在回忆中，能在这样一个充满特殊回忆的地方，再次感受到被欢迎的喜悦，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奥利维亚紧紧握住露西的小手，轻声说道：“公主殿下，谢谢您能欢迎我，我真的很感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心中暗自感叹：原来西律王室的人是这样的吗？不远处的莱昂纳德正注视着这一幕，他手中拿着记录板，神情显得严肃而专注。奥利维亚与露西相对而立，两人手牵着手，气氛显得格外温馨融洽。莱昂纳德微微侧过头，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两个互动的身影。他低声对身边的随从下令道：“喂，快把那一幕记录下来！”随从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吓了一跳，连忙回应道：“是的。”诺亚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莱昂纳德指挥随从忙碌，他神情冷淡，目光深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诺亚双手抱胸，目光始终停留在奥利维亚身上。奥利维亚抬起手，指尖轻轻触碰着耳畔的发丝，神情显得有些落寞。诺亚注视着他的侧脸，心中暗自思忖：那个女人刚才看起来分明快要哭出来了。奥利维亚微微扬起头，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光，神情哀伤而迷茫。诺亚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他刚才到底在看什么？远处，巨大的狮子雕像矗立在城镇中心，在阳光下显得威严而沉重。诺亚收回目光，心中充满了不解。无论怎么看，那都不是一座能让人感怀落泪的雕像。他沉默地注视着前方，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奥利维亚似乎察觉到了诺亚的注视，他收起悲伤，脸上重新浮现出温柔的微笑。他转过头，对着诺亚露出一个灿烂且愉悦的笑容。诺亚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蹲在地上的奥利维亚，两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奥利维亚猛地转过头，视线与远处的诺亚撞在一起。诺亚微微眯起双眼，眼神中透着审视与冷峻。他看着那个因为自己的注视而显得有些局促的女人，心中冷冷地想到：我根本没必要去了解一个仅仅因为对视就会退缩的人。他收回目光，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沉稳而单调的声响。奥利维亚愣在原地，有些慌乱地想到：吓了我一跳，他刚才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看？他重新坐下，单手托着腮，目光有些失神。为什么这种感觉会如此奇怪？诺亚走在长廊下，神情依旧冷峻，他那双淡绿色的眼睛里仿佛深藏着让人看不透的含义。奥利维亚微微垂下眼帘，不敢直视诺亚的眼睛，他感到脸颊有些发烫，心中满是羞涩与局促。然而现实却让他避无可避。马车在颠簸中前行，诺亚端坐在对面，双手交叠在膝上，神情一如既往的沉稳且带着思索。他那淡绿色的目光静静地落在虚空处，仿佛在思考着极其严肃的事情。奥利维亚在心中发出了无力的呐喊：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奥利维亚尬笑着站在一旁，露西紧紧抱住他。莱曼夫人语气果断地说道：“那可不行，公主殿下。”露西不服气地问道：“为什么不行？”莱曼夫人耐心地解释道：“马车只能坐4个人，那样太挤了。”露西立刻提议道：“那你可以和姨妈一起坐。”莱曼夫人摇了摇头拒绝道：“不，那行不通。”露西气鼓鼓地鼓起腮帮子，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她转头看向王后喊道：“母亲，等我们回去的时候，我想和奥利维亚一起坐马车。”王后看向奥利维亚问道：“奥利维亚小姐，你愿意和露西一起坐马车吗？”奥利维亚显得有些惊讶，指着自己问道：“什么？”他随即反应过来，恭敬地回应道：“当然可以，陛下。”露西兴奋地拉起奥利维亚的手喊道：“我们走吧，奥利维亚。”奥利维亚看着露西欢快的背影，心中暗自思忖，虽然会有些尴尬，但既然这是公主殿下的愿望。奥利维亚轻轻提起裙摆，迈步踏上马车的踏板。他下意识地转过头，视线被一只伸向自己的手吸引。诺亚戴着白手套，掌心向上，正静静地等待着他。奥利维亚注视着那只手，目光微微颤动。诺亚站在马车旁，身姿挺拔，他保持着邀请的姿势，目光落在奥利维亚身上。奥利维亚看着诺亚，他此时的神情显得有些害羞。奥利维亚心中暗自思忖，在宴会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表情吗？即便只是短暂的共舞，即便只是那一瞬间，奥利维亚回想起与诺亚共舞的时刻，那真的只是一场梦吗？他看着眼前的诺亚，他正握着他的手，就像那天一样。奥利维亚坐在马车内，目光落在两人交叠的手上，他正握着我赤裸的手，这种感觉让他有些局促。奥利维亚心想，下次也许我该戴上手套。马车缓缓驶离宫殿，车轮滚动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回荡，车厢内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奥利维亚低着头，双手局促地抓着裙摆，这种感觉真尴尬。露西坐在对面，怀里抱着玩偶，正好奇地打量着沉默的两人。
在摇晃的车厢内，诺亚的皮鞋尖不小心碰到了奥利维亚的鞋子。奥利维亚猛地睁大双眼，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有些不知所措，心中忐忑地想到：虽然不太确定，但希望这不会显得很失礼。奥利维亚微微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局促。马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诺亚稳稳地坐着，他单手撑着下巴，目光看向窗外。他在心里提醒道：小心。诺亚伸出脚，轻轻抵住奥利维亚的鞋尖，帮他稳住重心。奥利维亚察觉到脚尖传来的触感，发出一声轻笑。他抬起头看向诺亚，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显得有些害羞。诺亚依然保持着看向窗外的姿势，发出一声轻微的感叹：啊！奥利维亚感到脸颊发烫，羞愧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是太尴尬了。诺亚静静地坐在一旁，神情淡然。露西突然凑到奥利维亚身边，说道：利弗，我们来玩这个吧。奥利维亚立刻回应道：好的，公主殿下。露西兴致勃勃地张开双手，指尖缠绕着复杂的白色细绳，翻出了一个交错的图案。看呀！奥利维亚愣愣地看着露西手中的翻绳，这是什么？我该怎么反应？他从未见过这种游戏，盯着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陷入了沉思。这到底是在表达什么？露西满脸期待地举着翻绳，等待着回应。奥利维亚看着露西认真的神情，心想她大概是在向我展示成果，看起来她练习得很辛苦。奥利维亚心想，我必须得有所回应才行。奥利维亚立刻露出惊喜的神色，双手合十赞叹道：哦，哇，真是太了不起了，公主殿下！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力鼓掌。露西听到夸奖，开心地挺起了胸脯。坐在一旁的亚瑟发出一声轻叹：啊！诺亚微微侧过头，目光落在奥利维亚身上，眼神中透出一丝深意。诺亚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抵住下巴，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诺亚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他闭上眼，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掩住嘴角。奥利维亚愣住了，满脸困惑地看着他，完全不明白他在笑什么。露西有些沮丧地低下头，摆弄着手里的细绳，说道：在赫罗德王国，所有的女孩都知道这个游戏。诺亚睁开眼，看向露西，说道：露西，我来展示给她看。伸出你的手。他微微俯身，修长的手指灵活地靠近露西手中的绳索，继续说道：这叫做翻绳。诺亚耐心地解释道：用手编织绳子，然后这样来回传递。他精准地勾起绳圈，手指在细绳间穿梭翻转，动作优雅而熟练。诺亚一边操作一边说道：就像这样。他从露西手中接过了绳索，在自己指尖撑起了一个全新的图案。奥利维亚惊讶地轻呼一声，看着诺亚手中翻出的复杂花样。诺亚看向奥利维亚说道：我会教你怎么做，你想试试吗？奥利维亚有些犹豫地问道：我可以吗？诺亚耐心地指导道：把大拇指伸进去，从解开绳结开始。奥利维亚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尖触碰到了诺亚的手背。诺亚微微一颤，神情变得有些僵硬。奥利维亚并没有察觉，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绳索。诺亚继续低声引导道：向下拽，然后把它提起来。奥利维亚神情专注，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他正努力理解着每一个动作。诺亚近距离看着奥利维亚，目光落在他纤细的手指上。他的手指，他注视着奥利维亚认真的侧脸，眼神变得深邃而复杂。奥利维亚终于成功翻出了图案，兴奋地感叹道：哇，原来是这样玩的。诺亚沉默地看着他，喉结微微滚动，额角流下一滴冷汗。奥利维亚兴奋地展示着手中的翻绳，快看这个形状！露西和亚瑟在一旁开心地鼓掌欢呼。诺亚看着他们，语气平静地说道：你甚至可以翻出一颗星星。奥利维亚惊叹道：哇，这个形状我以前从未见过。诺亚低下头看着自己刚刚被触碰过的手，他反复揉搓着指尖，神情显得有些困惑和思索，那种感觉有些酥麻。他回想起刚才指尖相抵的瞬间，奥利维亚温热的皮肤触感仿佛还残留在指缝间。诺亚猛地攥紧拳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心中暗自懊悔，也许我不该摘掉手套。马车轮碾过石板路，在一阵轻微的摇晃中缓缓停稳。诺亚看着窗外说道：啊，我们已经到了。奥利维亚推开车门，看着等候在车外的身影，轻声感叹道：哦。诺亚早已等在车门旁，他伸出手，掌心向上递到奥利维亚面前。奥利维亚迟疑了片刻，随后将手搭在诺亚的手心中。诺亚稳稳地拖住他，扶着奥利维亚走下马车。奥利维亚站定后低声说道：谢谢你。诺亚微微点头示意，两人并肩向前方走去。奥利维亚紧紧攥住胸前的衣襟，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他独自站在繁花盛开的庭院中，看着不远处那幅温馨的画面。莱昂纳德正抱着露西，身旁簇拥着家族的成员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和煦的笑意。这场景看起来简直完美的像一幅画。奥利维亚在远处静静注视着，如果要把这一刻画在画布上，名字应该叫做《慰藉与爱》吧。他走向那幅巨大的金色画框，看着画中紧紧相依的一家人，那是他无法融入的世界。奥利维亚凝视着前方，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真想走进那个画面里去。诺亚神情冷峻地注视着前方，但与此同时，我却不敢靠近。那些刺耳的嘲笑声在记忆中翻涌。喂，平民，你这个没用的女孩，像你这种女孩在学校里能做什么？你不过是个卑微的平民。奥利维亚低垂着头，声音颤抖着呼唤道：奶奶！老妇人站在他面前。奥利维亚看着他，为什么我生来既是女人又是平民？如果我生来就是贵族，哪怕只是个男人，那就足够了。奥利维亚猛地扑进老妇人的怀里，紧紧抱住她。老妇人抚摸着奥利维亚的长发，心疼的低声的喃道：奥利维亚，我可怜的小孙女。
奥利维亚靠在奶奶肩头，泪水无声地划过脸颊。老妇人伸手抚摸着奥利维亚的长发，低声叮嘱道：“奥利维亚，有一件事你绝对不能忘记。”她双手用力按住奥利维亚的双肩，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公平的。”老妇人眼中含着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但绝对不要向他低头。奥利维亚仰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些话语曾让我的心彻底破碎。奥利维亚看着前方，就在这美丽的时刻，我再次想起了那些话。诺亚走在前方，神情依旧带着一丝阴郁与冷峻。奥利维亚停下脚步，静静地注视着诺亚的背影。也许在他面前感到如此渺小的原因，是因为我羡慕他。诺亚站在前方，背影显得冷峻而遥远。我很好奇，他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诺亚微微欠身说道：“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此告辞。”莱昂奈德看向诺亚问道：“又要去参加马球比赛了吗？”他接着摆了摆手说道：“去吧，反正你今天的工作也结束了。”诺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王后看向诺亚叮嘱道：“诺亚，去吧，别让自己受伤。”诺亚微微躬身行礼，回应道：“好的，母亲。”他迈开脚步，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神情依旧带着那股挥之不去的阴郁。奥利维亚站在远处，静静地注视着诺亚离去的背影，目光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莱昂纳德看向奥利维亚说道：“奥利维亚小姐，我们也进去吧。”奥利维亚猛地回过神来，有些慌乱地回应道：“啊，好的，陛下。”夕阳染红了天际，余晖洒在宏伟的城堡尖顶上。诺亚大步走进更衣室，推开门的瞬间，屋内的几名年轻人立刻围了上来。其中一人抱怨道：“殿下，你怎么能迟到这么久？”另一人也跟着附和：“我们已经等了你一辈子了。”诺亚一边整理着手套，一边冷淡地回应道：“除非你们手里拿着我的球杆，否则别对我唠叨。”诺亚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神情冷峻地看着前方：“今天也戴上你的面具吧。”更衣室内的队友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人低声嘀咕道：“这次又是谁惹恼了我们的王子殿下？”另一人叹了口气回应道：“哦，天啊！”马球场上尘土飞扬，马蹄声杂乱而急促。裁判大声喊道：“所有人到中心集合！”诺亚翻身上马，马蹄在草地上不安地刨动着。他戴上厚实的手套，五指猛地收拢，死死攥紧了手中的球杆。诺亚压低帽檐，眼神中透出一股凌厉的寒意。他深吸一口气，策马冲向赛场中心，哨声尖锐地划破长空。诺亚猛地挥动球杆，带起一阵凌厉的风声，马蹄重重踏在草地上，溅起大片泥土与草屑。诺亚看着前方，那些纠缠了我一辈子的视线。镁光灯接连不断地炸裂开来，强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年幼的诺亚站在光亮中心，下意识抬起手遮挡住双眼，神情中满是无助与迷茫。诺亚猛地收回思绪，策马在赛场上疯狂疾驰。只有在这一刻，我才能把那些全部忘掉。他驾驶着骏马横冲直撞，惊得周围的选手纷纷避让。一名队友狼狈地稳住马匹，冲着诺亚大声吼道：“诺亚，你不觉得你胜负欲太强了吗？为什么你非要通过比赛来发泄所有的欲望？明明有很多缓解压力的方法，你就不能换个方式释放出来吗？”诺亚勒紧缰绳，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微微侧过头，眼神冰冷而沉默。诺亚策马猛冲，撞击声沉闷而剧烈，对手被撞得身体一歪，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诺亚在马背上剧烈喘息，汗水浸透了衣衫。他再次挥动球杆，精准地击中白球。看台上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兴奋地大喊道：“刚才那一球拿了多少分？”另一名队员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带着近乎哀求的语气喊道：“殿下，请停手吧，已经足够了。”诺亚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嘴角竟勾起一抹极浅的弧度，那是整日阴郁神情中难得一见的松弛。诺亚仰起头，望着碧蓝如洗的天空，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现在我终于离开了那座令人窒息的宫殿，我终于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远处传来一声呼唤：“殿下！”诺亚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他微微侧过头，神情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冷峻与疲惫。一名队友策马靠近诺亚问道：“奥利维亚小姐怎么样了？听说她也会参加花园迷宫派对，是真的吗？”诺亚微微侧过脸，汗水顺着下颌滴落。他们还在没完没了地谈论他吗？诺亚脑海中浮现出奥利维亚的身影，那个女人总是抓住一切机会避开我的视线。奥利维亚曾站在远处，神情疏离而冷淡，随后决绝地转过身，只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诺亚收回思绪，垂下眼帘，低声回应道：“是的。”他不再理会队友的追问，独自策马离去，留下身后的队友们仍在兴奋地谈论着。诺亚回到更衣室旁，伸手摘下沉重的头盔，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发丝，顺着脸颊不断淌下。他疲惫地闭上双眼，任由汗珠滴落在地。诺亚抬起手，五指插进湿透的金发中，用力向后梳去。他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股冷冽而深邃的光芒，沉默地注视着前方。诺亚仰面躺在宽大的床上，连衣服都没力气换下。他抬起手遮住双眼，指缝间透出疲惫。侍女推着餐车走进房间，轻微的响动在静谧的室内散开。诺亚撑着额头坐起身，长舒了一口气。昨晚确实喝得太多了，甚至没顾上换身衣服就睡了过去。他揉了揉酸胀的眉心，视线落在桌上的报纸上，报纸的头版刊登着一张照片，奥利维亚正与人交谈，神情温婉。诺亚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报纸上奥利维亚的脸庞。诺亚凝视着报纸上的照片，指尖在纸面上轻轻一弹，已经能预见到接下来的走向。在剩下的时间里，
沃尔特会带着奥利维亚频繁出入各种场合，尽可能榨干他的利用价值。诺亚靠在椅背上，看着壁炉里的火光跳动，这样也好，至少这段时间自己能清静不少。他端起茶杯，在书架环绕的静谧中抿了一口茶。为什么诺亚会如此厌恶媒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王后的职责说起。在王室之中，王后的角色至关重要，她必须出席无数活动，并维护王室的威严。然而，在23年前，王后在那个1月生下了亚瑟，紧接着又在同年的12月不顾身体强行生下了诺亚。更糟糕的是，她在产后患上了产褥热，自那以后身体状况便一落千丈。既然王后无法履行职责，那么谁能代替她呢？莱昂纳德坚信神秘感等同于权威，因此身为皇太子的亚瑟被排除在外。玛格丽特是个叛逆者，而沃尔特简直是一场灾难。于是王室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年幼的诺亚坐在椅子上，背对着那些闪烁的镁光灯，独自面对着前方无数抬架起的相机。记者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殿下，王室对这项新政策持什么立场？年幼的诺亚努力维持着得体的微笑，回应道：阿斯特里德家族。然而提问声并未停止，反而愈发嘈杂地向他涌来。殿下，请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王室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无数声音交织在一起，化作扭曲而刺耳的噪音。诺亚的视线开始模糊，那些面孔在嘈杂中变得狰狞可怖。他当时实在太年轻了，就这样沦为了记者们永无止境的猎物。诺亚站在壁炉前，看着墙上挂着的年幼时的肖像画，画中的少年穿着华丽的制服，眼神却空洞无物。就这样，一个极度厌恶媒体的诺亚诞生了。马车在平稳地行驶，亚瑟坐在车厢内，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说道：即便如此，这还是太荒谬了。第一版是奥利维亚，第二版是利伯蒂，第三版又是那位优秀的毕业生，他们简直把报纸变成了个人相册。姑姑气疯了，她说父王现在一刻也不肯让利伯蒂小姐离开视线，甚至直接叫她奥利维亚。你能相信吗？诺亚听着这些话，眼神中透出一丝嘲弄。为什么不呢？他整理着手套，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自从那个女人出现后，甚至没人敢在叔叔面前提起那个名字。他大概是想尽一切办法，哪怕只能让他多留下一天也好。亚瑟沉默片刻，转头看向窗外说道：不过我倒是能理解父王，从他的那些采访来看，他给出的每一个回答都恰好是父王最想听到的内容。奥利维亚在20岁之前就从赫林顿大学毕业了，即便在那个宣称平等的共和国里，针对身份与性别的歧视依然根深蒂固。亚瑟看着报纸上的报道，感叹道：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诺亚听着兄长的赞美，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什么？他放下手中的报纸，身体前倾，目光锐利地盯着亚瑟，问道：你爱上他了吗？亚瑟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他皱起眉头，反驳道：难道我就不能单纯的钦佩他吗？你非要用这种措辞吗？诺亚并没有退缩，他微微侧过头，眼神中带着审视与玩味。你刚才说你能理解父王的心情，对吧？诺亚看着窗外，那个女人在短短3天内至少参加了15场活动，而这仅仅是能从报纸上查到的部分。现在的她一定已经精疲力竭了。无论她多么聪明，多么坚韧，这样强行带着一个甚至不算家人的外人到处应酬，实在是太过分了。亚瑟皱起眉头，反驳道：诺亚，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看着报纸上奥利维亚的照片，继续解释道：我并不是说父王这样不计后果地带着他到处走是对的，我只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他很了不起。诺亚转过头，目光再次锁定在亚瑟身上。你真的爱上他了吗？亚瑟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直视着诺亚的眼睛，语气中带着警告：够了，收起你那令人厌恶的讽刺。诺亚，阿斯特里德。马车猛地一震，停了下来。真是的，诺亚意识到刚才的反应确实有些过激了，明明没必要那样，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发火？他低头看向膝头堆叠的报纸，指尖抵住下唇，陷入了沉思。报纸上那个名字清晰可见，奥利维亚。诺亚看向车窗，玻璃倒映出他阴郁的面容。这个名字牵动了太多人的心弦。宏伟的宫殿矗立在蓝天下，迷宫花园宴会正式拉开帷幕。玛格丽特猛地拍向桌面，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陛下，您到底在做什么？莱昂奈德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惊得缩了缩脖子，有些心虚地避开视线。玛格丽特怒不可遏地继续质问道：奥利维亚今天早上怎么还会有行程？他明天就要离开了，难道您打算一直把他扣留在身边，直到最后一刻吗？阿斯特里，奥王室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对待客人的？够了，玛格丽特！莱昂内德有些狼狈地反驳道：我不需要你来唠叨，我会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自行处理的。王后推门而入，语气严厉地斥责道：你怎么能对公主如此无礼？莱昂奈德额头渗出冷汗，支支吾吾地辩解道：但他说的也没错啊。王后揉着太阳穴，神情疲惫地说道：我特意准备了一件漂亮的礼服，可因为这些没完没了的行程，他甚至连试穿的时间都没有。露西是那么渴望见到利伯蒂小姐，可您怎么能把她的日程排得这么满？莱昂内德搓着手，小声嘟囔道：你当时不也没怎么反对吗？翠克西，别那样叫我。他立刻厉声打断：总之，取消今天所有的行程，走吧，公主。对方发出一声抗议。不，沉重的裙摆掠过地面，脚步声渐渐远去。王后走在长廊上，算算时间，现在应该已经送到了。玛格丽特有些疑惑地问道：您是指什么？王后答道：那件礼服，希望他会喜欢。此时在房间内，奥利维亚正独自踱步，所有的行程突然都被取消了，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他看着桌上整齐叠放的资料，那是他为了应对采访而提前练习的预设问题清单，连衣服也都已经熨烫得平整妥帖。随
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也没办法。奥利维亚正想着，房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他惊愕地转过头，只见女人大步走了进来，微笑着打招呼道：“你好，利伯蒂小姐，首先把你的衣服脱掉。”奥利维亚愣在原地，什么？裁缝师微笑着看向奥利维亚说道：“你好，利伯蒂小姐，首先请脱掉你的衣服。”奥利维亚愣在原地，什么？裁缝师没有解释，直接伸手抓向奥利维亚的领口。奥利维亚惊慌地护住胸前，喊道：“等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裁缝师神色果断地回应道：“没时间了，小姐，我做这行30年了，但当天试衣还是头一回。”奥利维亚一边后退一边问道：“但你至少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你到底是谁？”裁缝师叹了口气，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裁缝师简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布罗斯工作室的简，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来为你试装的，所以你需要先脱掉现在的衣服。”奥利维亚疑惑地重复道：“礼服？”简有些惊讶地问道：“哦，你还没听说吗？这件礼服是王后特意为利伯蒂小姐定制的。”奥利维亚一边任由简摆弄，一边小声嘀咕：“我以为只要穿我来时的那件就行了。”简手下的动作不停，反问道：“那怎么是和皇室家族的客人？动作快点！”奥利维亚看着眼前的束身衣，有些迟疑地问道：“我真的必须穿这个吗？”简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当然，西律王所有的女眷都穿这个。”奥利维亚脸色苍白地请求道：“那能不能稍微弄松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穿束身衣，我快要没法呼吸了。”简一边用力拉紧绳带，一边问道：“抱歉，这样够紧了吗？”奥利维亚忍受着胸口的压迫感回答道：“我感觉快要喘不过气了。”简摇了摇头说道：“不能再松了，否则衣服穿不上去，你也绝对不能把它脱下来。”奥利维亚看着镜中的自己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忍耐的。”简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好，现在让我们把礼服穿上。”他拿起沉重的蓝色礼服，动作利落地套在奥利维亚身上，同时叮嘱道：“别乱动，否则别针会扎到你。”奥利维亚僵立着身体，任由简在自己身上忙碌。他看着镜子里那个逐渐变得陌生的身影，心中暗自感慨，每种生活都有它的挣扎，看来当一个贵族女性也并不容易。简最后整理了一下裙摆，说道：“好了，全部完成了。”奥利维亚站在全身镜前，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她穿着华丽的露肩蓝色礼服，颈间戴着精致的项链，整个人散发出从未有过的光彩。我看起来真的很美。奥利维亚轻轻抚摸着裙摆，神情却渐渐变得复杂。她低声的喃道：“祖母是对的，这个世界生来就是不公平的，无论你是否接受。”奥利维亚看着镜中盛装的自己，想起祖母流泪的面容，即使在西律宫，其实也无处不在。王后随心所欲地安排了无数活动，而这件礼服也是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送来的礼物。但即便如此，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那幅名画《安逸与爱》中的贵族小姐。奥利维亚看着镜子里华丽的倒影，嘴角泛起一丝自嘲的微笑。既然如此，哪怕只有这一天，让自己显得有些愚蠢，又有什么关系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侍者恭敬地汇报道：“夫人，王后和玛格丽特公主已经到了，请迎接他们进来。”奥利维亚收起思绪，转过头看向门口，房门被缓缓推开，两位尊贵的女性出现在门后。王后推开门，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哦，我的天啊，奥利维亚，你看起来真是太迷人了。奥利维亚微微欠身行礼，轻声回应道：“谢谢您，陛下，这是我第一次穿上这么漂亮的礼服。”王后走上前，亲切地握住奥利维亚的手，说道：“这既是你在西律宫留念的礼物，也是一份道歉的薄礼。感谢你如此大度地原谅了露西之前的失礼。而且……”奥利维亚有些疑惑地看着王后。礼服。露西欢快地跑进房间，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精致的礼盒。奥利维亚露出温柔的笑容，惊喜地喊道：“公主殿下！”露西跑到奥利维亚面前：“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礼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奥利维亚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礼物，低声说道：“您真的不必为我做这么多。”露西仰着头，满脸期待地说道：“请收下它，这是另一份道歉礼物。”奥利维亚打开精致的礼盒，里面静静躺着一枚花朵形状的发簪。他发出一声惊叹：“这发簪真漂亮！”奥利维亚露出灿烂的笑容，看向露西说道：“谢谢你，公主殿下。”王后在一旁叮嘱道：“那么，奥利维亚，你先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我过一会儿再来接你。”奥利维亚目送着王后和露西离开房间，他轻轻挥手告别，随后转头看向身边的简问道：“我想戴上这枚发簪，可以吗？”简微笑着回应道：“当然可以，我来为您戴上。”简小心翼翼地将发簪别在奥利维亚的发间，退后一步赞叹道：“它非常适合您。”奥利维亚再次看向镜子，发簪的点缀让她显得更加温婉动人。简看着镜中的奥利维亚，赞叹道：“天哪！如果我们的设计师看到您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求着您当他的缪斯女神。”奥利维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哈哈。就在这时，房门再次被推开，诺亚出现在门口。他穿着华丽的军官制服，领口装饰着巨大的宝石胸针，神情冷峻地向奥利维亚伸出手。奥利维亚的动作猛地一顿，他看着诺亚，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收回目光，轻声问道：“我也可以戴上手套吗？”简立刻回应道：“当然，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他将一双精致的蕾丝手套递给奥利维亚，接着又拿出一个镶嵌着珍珠的小手包，说道：“今晚请务必带上这个，因为今晚没有舞会，所以每个人都会带一个手包。”奥利维亚接过手包，有些疑惑地问道：“一个包，对吗？我是要把我的东西放进这里面吗？”简轻笑着解释道：“这纯粹是为了装饰，您不需要在里面放任何东西。”
奥利维亚愣住了，他低头看着手中空荡荡的精美手包，心里暗自盘算。不过一个空包看起来总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在房间里四处翻找，最后拿出一个长条状的金属圆筒，小心翼翼地塞进包里。奥利维亚满意的想到，幸好他放进去正合适。玛格丽特在门外问道：“奥利维亚，你准备好了吗？”奥利维亚提起裙摆，快步走向门口，回应道：“是的，我这就来。”教授。他紧紧攥着那个装有金属桶的珍珠手包，走出了房间。阳光洒在宏伟的宫殿建筑上。办公室内，梅森正拿着文件向诺亚汇报，增加对威廉公司的投资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殿下，诺福克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签署了魔法穹顶的合同，甚至是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波塞兰，也将在今年冬天安装一个关于威廉魔法穹顶的文件。刚刚从菲尔德送达，结果显示魔法穹顶申请了联合专利。诺亚微微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丝冷峻。梅森看着文件上的名字念道：“上面写着安森、威廉和奥利弗。”诺亚沉默不语，修长的手指轻轻抵住脸颊。梅森有些疑惑地补充道：“我查过了威廉公司的名册，因为那个叫奥利弗的人没有任何头衔，但他并不在名单上，这很奇怪。”诺亚接过文件，其实这条信息已经没用了，重要的是安森是否经营得当，仅此而已，没必要去查那个奥利弗是谁。梅森耸了耸肩，推了一下眼镜，说道：“撇开那个不谈，我们该出发去皇宫了吗？”诺亚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袖口，回应道：“走吧。”梅森跟在诺亚身后，看着满桌堆积如山的文件，感叹道：“今天是奥利维亚小姐在西律宫的最后一天了，虽然有些遗憾，但至少我们能在报纸上看到她一段时间。”诺亚停下脚步，低头看着手中的怀表，眼神中透出一丝阴郁。“遗憾？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感到遗憾？”梅森被这冰冷的语气吓了一跳，有些尴尬地缩了缩脖子，心里暗自腹诽，真是太残酷了。诺亚走出办公室，穿过洒满阳光的长廊，来到厚重的宫廷大门前。他登上马车，车门在身后重重关上，隔绝了外界的喧嚣。马车开始缓缓移动，车轮碾过十字路，发出规律的震动声。诺亚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他垂下眼帘，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低声的喃道：“遗憾吗？如果你感到遗憾。”诺亚停下脚步，站在修剪整齐的绿植旁，神情温和，却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深沉。他抬起头，目光落在前方，奥利维亚正缓缓走来。他穿着那件华丽的蓝色露肩礼服，发间别着露西送的花朵发簪，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温婉动人。诺亚静静地注视着他，眼中倒映出他提着裙摆优雅前行的身影。那么我只会感到更加遗憾。诺亚侧过头，深深地看了奥利维亚一眼，随后收回目光。诺亚走在前方，伊莎贝尔看着他的背影，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一头受了伤的野兽，这个比喻完美地契合了诺亚，他既完美又残缺，仿佛这种矛盾的裂痕正是他身份的本质。一种奇异的欲望在心底翻涌，那是想要填补那份空虚的冲动。伊莎贝尔注视着前方，眼神中透出狂热。我一定要占有这位完美而残缺的王子。花园的另一侧，宾客们在凉亭附近交谈。一名侍者急匆匆地走近，惊呼道：“天哪，伊莎贝尔小姐！我曾听伯爵大人不停地夸耀他的女儿，现在看来，她确实有炫耀的资本。”伊莎贝尔微微颔首，礼貌地回应道：“感谢您的赞美，贝罗托夫人。”周围的贵妇们正交谈着，气氛原本十分融洽。伊莎贝尔却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转头看向入口处。贝罗托夫人也发出一声惊叹：“哦，天哪！”玛格丽特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入会场，单片眼镜后的目光冷峻而知性。人群中传来了低声的议论：“玛格丽特公主殿下来了。”贝罗托夫人摇着折扇，压低声音对伊莎贝尔说道：“快看，那位皇室的平民客人也到了。”奥利维亚静静地跟在后方，他垂下眼帘，指尖轻轻掠过发间的事物，在众人的注视中显得温婉而沉默。贝罗托夫人盯着入口处，内心有些惊愕。奥利维亚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她提着裙摆，在繁花的簇拥下缓步前行，珍珠项链在颈间闪烁，神情中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忧郁。贝罗托夫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天哪，我的天啊！”周围的宾客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声在花园里起伏。看着奥利维亚随玛格丽特离去的背影，有人轻咳两声说道：“看来这位皇室的客人是想趁这个机会跻身贵族行列。”另一人带着嘲讽的语气回应道：“随他去吧，我想他至少想在今晚做一场美梦，或者他真的怀揣着什么野心，在这座秘密花园里，难道不是吗？”伊莎贝尔听着这些刺耳的议论，冷冷地打断道：“好了，这里还有年轻小姐在场，各位请克制一点。”他转过头，琥珀色的瞳孔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伊莎贝尔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玛格丽特微微侧过头，神情严肃地叮嘱道：“奥利维亚，连看都不要看那些女人一眼。”奥利维亚有些局促地缩了缩脖子，小声回应道：“好的，我不看。”玛格丽特并没有就此罢休，她抬起手指向不远处的几个小团体，继续说道：“那一组人附近也不准去，还有那边以及那里。”奥利维亚看着被玛格丽特一一指出的禁区，发现几乎整个会场都被划为了危险地带。他无奈地垂下肩膀，低声嘟囔着：“那我只能站在这里不动了。”玛格丽特双手抱胸，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这样最好。”奥利维亚有些委屈地看向玛格丽特，抱怨道：“教授，您昨晚还叫我好好享受西律的宴会呢。”玛格丽特压低声音打断了他：“王后过来了，奥利维亚，跟我去行礼。”
两人穿过人群，来到王后面前。玛格丽特微微躬身说道：“见过王后陛下。”王后微笑着回应道：“哦，公主。”玛格丽特与奥利维亚一同行礼。奥利维亚提起裙摆，姿态优雅地弯下腰。玛格丽特恭敬地说道：“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场美丽的宴会。”王后微笑着回应道：“谢谢你，公主。利伯蒂小姐，你也应该尽情享受这场宴会。我真希望你能多留几天。奥利维亚，一定要玩得开心。”诺亚从他们身边经过，他神情冷峻，甚至没有转头看向寒暄的众人，只是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莱昂纳德察觉到了儿子的无礼，目光追随着诺亚的背影，眼神中透出一丝严厉。诺亚停下脚步，他微微侧过脸，淡绿色的瞳孔中满是阴郁与疲惫。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哼。他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奥利维亚。奥利维亚脸上带着温婉而略显羞涩的笑容。诺亚看着他的笑脸，自嘲地叹了口气，哈！他伸手抵住下巴，陷入了沉思。莱昂纳德突然转过身，看向玛格丽特说道：“嘿，玛格丽特，我们谈谈。”玛格丽特有些无奈，问道：“又是那种严肃的会议吗？”奥利维亚微笑着看向玛格丽特说道：“教授，请去做您需要做的事吧，不用担心我。如果发生任何事，我会立刻让你知道。”玛格丽特沉吟片刻，看着奥利维亚叮嘱道：“好吧，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千万别走远了。”玛格丽特转身走向莱昂纳德，两人并肩穿过宴会厅。王后停下脚步，低声唤道：“女仆长。”一名女仆立刻恭敬地低下头回应道：“是的，陛下。”王后注视着远处的奥利维亚说道：“今天你绝不能让利伯蒂小姐离开你的视线。”她微微侧过脸，眼神中透出一丝冷意。上次宴会上那些向利伯蒂小姐施压的人，名单你还留着吧？女仆长低声应和。王后继续吩咐道：“如果他们试图接近她，就以我的名义把她带出来。”她看向花园深处的迷宫，补充道：“如果她想独自进入迷宫花园，一定要派人跟着她。”女仆长点头表示明白，随后有些迟疑地问道：“既然您如此担心，不如直接让利伯蒂小姐留在主花园。”王后沉默了许久，最后轻声叹了口气说道：“也许你说的对，但是我不能因为几只害群之马的放荡行为，就剥夺她欣赏这番美景的权利，不是吗？”奥利维亚独自站在露台上，俯瞰着下方错综复杂的迷宫花园，那里的灯火在夜色中若隐若现，透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迷宫里到底有什么呢？奥利维亚凝视着远方，心中泛起一丝犹豫。虽然很想进去看看，但是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些不怀好意的面孔，几个轻浮的贵族子弟正张牙舞爪的嬉笑，仿佛随时准备扑向落单的猎物。奥利维亚很清楚玛格丽特在担心什么，他收回目光，手指紧紧扣住露台的石质扶手，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远处的阴影里，一名贵族小姐正静静地注视着奥利维亚的背影。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想进去呢。一名穿着华丽礼服的贵族小姐双手抱胸，注视着露台上的奥利维亚，发出一声轻笑。身旁的同伴用手掩住嘴角，附和道：“毕竟是个平民，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吧。”伊莎贝尔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后，黑色的蕾丝手套托着下巴，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带她进去呢？”两名贵族小姐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猛地转过头，惊呼道：“哎！”伊莎贝尔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道：“我想她会喜欢的，你们只需要带她进去，然后在合适的时间把她带出来就行了。”她微微低下头，琥珀色的瞳孔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如果没能亲眼见到西绿的迷宫花园，那不是太可惜了吗？两名贵族小姐对视一眼，心领神会地露出了阴险的笑容，点头应道：“您说的对。”奥利维亚正独自站在花丛边，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甜腻的声音：“你好，利伯蒂小姐。”奥利维亚惊讶地回过头，只见刚才那名贵族小姐已经走到了跟前，脸上挂着热情的笑容，亲昵地挽住了他的手臂。奥利维亚看起来就像一只温顺的小兔子。“你好！”奥利维亚猛地一颤，还没来得及反应，手臂就被贵族小姐一把抓住。“你很好奇吧？”贵族小姐凑近他问道。奥利维亚有些不知所措，疑惑地看着对方。“啊，我们现在就出发吧。”贵族小姐不由分说地拉起奥利维亚，向着迷宫深处走去。几名贵族小姐跟在他们身后，低声议论着：“我们正打算进去呢，我们会为你带路的，所以一起走吧，好吗？”奥利维亚轻声说道：“这是一个好意，但是我会和玛格丽特公主一起走，请您先走吧。”两名贵族女子交换了一个眼神，其中一人问道：“是因为你害怕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吗？”就在这阿斯特利德的皇家花园里，奥利维亚站在露台上，看着围拢过来的两人，另一人笑着附和道：“哎呀，你真的这么想吗？在这皇家花园里？”奥利维亚回应道：“不，当然不是。”对方逼近了一步，追问道：“那你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走的理由是什么？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奥利维亚沉默着，垂下眼帘，他紧紧攥住了手中的珍珠包，指尖因为用力而有些僵硬。那两名女子对视一眼，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两名女子一左一右拉住奥利维亚的手臂，其中一人催促道：“走吧，利伯蒂小姐，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保护你的。”他们簇拥着奥利维亚向花园深处走去。阿斯特利德的花园非常安全，他们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间回荡。一行人穿过宏伟的宫殿建筑，走下石阶，步入修剪整齐的草坪。远处的宴会厅灯火通明，而他们正离那喧嚣越来越远。奥利维亚踩在松软的草地上，裙摆掠过花丛，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他突然停下了脚步，身旁的女子疑惑地转过头问道：“你在做什么？”
我们还得再往前走一段路呢。奥利维亚看着前方幽暗的花园，平静地说道：“我想我已经看够了，现在我要回去了。”对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冷冷地回应道：“不行。”那名女子侧过脸，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弧度。那名女子伸出手，挑衅地勾起奥利维亚的下巴，说道：“你必须跟我们走，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奥利维亚猛地挥开对方的手，向后退了一步。他直视着对方说道：“我很清楚，你没有任何权利命令我，即便我是一介平民，但在今晚结束之前，我依然是皇室邀请的客人。”对方发出一声嗤笑，凑近奥利维亚的耳畔低语道：“哦，你是打算去告发我们吗？你要说什么？又要去跟谁说？”另一名女子也围了上来，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别再争辩了，快走吧。你知道这个迷宫有多美吗？我们可是亲自带你四处看看。”他打量着奥利维亚的礼服，继续嘲讽道：“说真的，是谁让你穿这身根本不适合你的裙子的？你只是想趁在这里的时候勾引某个愚蠢的贵族男人，对吧？”奥利维亚看着眼前这两个满怀恶意的人，心中很清楚，一个人永远无法战胜一群以折磨他人为乐的疯子。他深知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脱身才是最好的选择。奥利维亚侧过身，避开他们的视线，说道：“请让开，我现在要回去了。”几名女子在花园的拱门前挡住了去路。奥利维亚被围在中心，其中一人微笑着说道：“我不想让开。”奥利维亚看着对方那双充满轻蔑的眼睛，那是根植于骨子里的傲慢。他突然觉得有些荒谬，甚至想笑。我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种对待？奥利维亚平静地说道：“如果你不想让开，那我就绕过去。”他没有再看对方一眼，径直从那名女子的身侧擦肩而过，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迟疑。被留在原地的女子愣住了，她猛地转过身，看着奥利维亚离去的背影，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低吼道：“那个无礼的丫头！”这时，另一名女子掩着嘴，发出一声轻笑，说道：“哎呀，如果你让她往那个方向走，她会有大麻烦的。”同伴疑惑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那名女子看着奥利维亚走向的深处，悠悠地说道：“就在刚才，那些年轻的绅士们看到我们进来后，全都往那个方向去了。”她看着远处几个男人的身影，发出一声感叹：“天哪！”那名女子露出一抹狡黠的微笑，轻声说道：“我们可没打算让那种事发生。我想，这大概是她不理解我们的好意，自己跑掉的错吧。”奥利维亚独自走在幽深的花园小径上，四周的树影在月色下交错。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我到底走了多远？我不认识路。”那些年轻女士们也不见了踪影。奥利维亚看着前方陌生的石拱门，心中有些动摇：我是不是该原路返回？利伯蒂小姐，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阴影中传来。奥利维亚猛地一颤，警觉地看向声音的方向。他屏住呼吸，目光扫向四周，不仅仅是一两个男人，沉重的皮鞋踩在草坪上，发出令人不安的闷响。几个身影正从暗处缓缓逼近，其中一人带着轻佻的语气说道：“哎呀，看来你迷路了。”一名黑发男子伸出手，挡在奥利维亚面前，说道：“我们本来就想单独见见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呢？”奥利维亚向后退去：“不，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会自己找路回去。”那名男子发出一声轻笑，身后的同伴也围了上来。他摊开双手说道：“这里可是谈话的绝佳场所，别这样，跟我们走吧。”奥利维亚看着对方步步紧逼的身影，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他猛地提起繁复的裙摆，转身冲向花园深处。野蛮与社会地位无关。奥利维亚在黑暗的小径上狂奔，呼吸变得急促而凌乱。那些在讲究礼节的人面前永远不会显露的野蛮，此刻正紧随其后。利伯蒂小姐，你在哪里？男人们戏谑的呼喊声在身后回荡，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奥利维亚穿过修剪整齐的灌木丛，拼命寻找出口，但眼前的花园仿佛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将他死死困在其中。那些不需要繁文缛节的人，总是能轻易地显露出本性。奥利维亚在草地上飞快地奔跑，身影消失在灌木丛深处。追在后面的几名男子停下脚步，他跑得真快。另一人显得有些犹豫。够了，我们走吧。不管怎么说，他都是皇室的客人，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会惹上大麻烦的。同伴点头附和道：“没错，诺亚也警告过我们，他说我们应该收手了。”最年轻的那个男子有些不安地问道：“嘿，但是就这样把他丢在那儿，真的没问题吗？”领头的男子耸了耸肩，不以为意地说道：“我们只是想找他聊聊，跑掉的人是他，这难道不是他的错吗？”没错，其他人纷纷点头赞同。突然，那名年轻男子发出了一声惊叫，他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整个人僵在原地。沉稳的脚步声从前方传来，几名提着灯盏的侍女穿过石拱门，走进了这片幽暗的花园。领头的侍女停下脚步，神情严肃地看向这群贵族青年，开口问道：“请问你们见过奥利维亚小姐吗？”几名贵族青年面面相觑，纷纷摇头否认：“我没见过她。”你呢？完全没看到。领头的男子挠了挠后脑勺，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回应道：“很抱歉，我们确实没见过她。”侍女长冷冷地审视着这群人，目光中透着怀疑。她没有再多费口舌，而是果断地对身后的随从们下令：“去把奥利维亚小姐找出来。”侍女们提着灯盏迅速散开，细碎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花园里起伏，灯火在夜色中晃动，搜寻着每一个角落。花园的另一端，月光静静地洒在长椅上，四周只有微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诺亚正躺在长椅上闭目养神，他的一只手搭在额头，神情疲惫而冷峻，似乎正沉浸在难得的宁静中。突然，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安宁，伴随着隐约的呼喊声。诺亚撑起身体，坐在长椅上。到底在吵闹什么？
深夜的庭院寂静无声，只有微风拂过灌木丛的沙沙响动。一名女仆提着灯走近，在诺亚身后停下脚步，轻声说道：“殿下，抱歉在您休息时打扰。”诺亚微微侧过头，神情冷淡地问道：“什么事？”女仆显得有些迟疑，低声回应道：“那个，请问您有没有见到奥利维亚小姐？您没见过她吧？”诺亚沉默了片刻，目光低垂，重复着那个名字：奥利维亚。女仆点了点头：“是的。”诺亚转过身看向她，语气中透出一丝紧绷：“她失踪了。”女仆低下头，满怀歉意地说道：“非常抱歉。”诺亚抬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按住额头，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她失踪多久了？”女仆回答道：“大约30分钟了。”诺亚整理了一下手套，沉声说道：“知道了，我们会散开寻找。”女仆恭敬地弯下腰，回应道：“遵命，殿下。”诺亚神情阴郁地看向远方，随即迈开脚步，靴底踩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夜色渐深，风声在空旷的庭院中回荡。诺亚独自穿行在茂密的树影间，不时拨开挡路的枝叶。他停下脚步，从怀中掏出一块怀表，指尖按动开关，表盖弹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诺亚看着表盘上的时间，低声自言自语道：“已经找了1个小时了。”他合上怀表，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叹了口气说道：“他真是会给人找麻烦。”诺亚站在月光下，神情疲惫而冷峻，目光再次投向幽暗的庭院深处。诺亚闭上眼，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需要理智思考。他看着空荡荡的庭院，或许女仆长已经找到奥利维亚，并带她回去了。就算我一个人在这里乱转，找到她的机会也很渺茫。诺亚垂下目光，似乎回去才是更好的选择。他正准备转身离开，眼角余光却捕捉到了一丝异样，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的草丛中闪烁。诺亚猛地回过头，警觉地盯着那个方向。他放轻脚步，慢慢向那处光亮靠近。随着距离缩短，那团微弱的光芒在夜色中变得清晰起来。诺亚停下脚步，屏住呼吸，观察着前方的动静。他拨开遮挡视线的灌木，发出一阵细碎的摩擦声。诺亚的神情变得凝重，目光紧锁在前方。他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哈！”在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个身影正缓缓走动，裙摆扫过草间，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奥利维亚在黑暗中步履蹒跚，他环顾四周，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根本没希望找到路，要是能再亮一点就好了。他突然停下脚步，像是想起了什么。啊，对了！奥利维亚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手包，在里面翻找着，指尖触碰到一个冰凉的金属管，他将其取了出来。他握住那只发光管，轻轻摇晃了几下，原本微弱的光芒瞬间变得明亮，照亮了他周围的一小片区域。奥利维亚举起发光管，看向前方，发现不远处有一条隐约的小径。哦，那边有一条路。他犹豫了一下，自言自语道：“我该往那边走吗？”奥利维亚提着裙摆，小心翼翼地踏上那条被杂草覆盖的小路。他一边走一边警觉地观察四周，神情中带着一丝不安。他穿过幽暗的树丛，身影在微弱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单薄。奥利维亚继续向前走去，消失在密林深处。奥利维亚拖着沉重的礼服裙摆，在迷宫般的庭院中艰难前行。他急促地喘着气，眼角泛起一丝因疲惫和委屈而产生的泪光，忍不住抱怨道：“真是的，为什么这个花园会大得这么离谱？”诺亚站在不远处的阴影中，静静地注视着那个在黑暗中摸索的身影。他看着奥利维亚那副狼狈又执着的样子，眼神中透出一丝无奈。这真是一种恶劣又古怪的爱好。他看着奥利维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四处张望，嘴里还小声嘟囔着：“教授，您在哪儿啊？我在这里迷路了。”诺亚听着他的呼喊，微微垂下眼帘。既然他已经找到了围墙，我就得去引导他了。他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转身走向另一侧，打算绕过那堵高墙，去另一边接应那个迷失方向的女人。总觉得……奥利维亚停下脚步，看着四周荒凉的景象，抱怨道：“这里既没有路标，也没有灯火，冷得要命，连个壁炉都没有。建造这座花园的人，不是偏执狂，就是个变态，绝对没错。”诺亚走在围墙的另一侧，听着墙后传来的咒骂声，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奥利维亚猛地一惊，屏住呼吸，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诺亚隔着墙壁低声说道：“继续往前直走，左手边会出现一条路，别想其他的。走路时只管看着前方。”奥利维亚愣在原地，这个声音，诺亚殿下。诺亚继续说道，眼睛看着前方：“奥利维亚小姐，除非你想在这里过夜。”奥利维亚慌忙回应道：“是的。”他提起裙摆，按照指引快步向前走去，靴子踩在草地上的声音变得急促。诺亚双手插在口袋里，隔着高耸的围墙，配合着他的脚步声缓缓移动。他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在墙的另一侧默默引导着那个惊慌失措的身影。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交错回响。诺亚在墙的另一侧稳步前行，奥利维亚紧跟在那声音之后。终于，他绕过高耸的围墙，眼前豁然开朗。啊，终于看到路了！他停下脚步，诺亚正静静地站在前方等候，他神情冷峻，目光在月色下显得有些疏离，却又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稳。奥利维亚望着他，心中泛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总是这样冷静，甚至有些冷酷。诺亚朝他伸出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动作简洁而直接，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奥利维亚看着那只手，陷入了沉思。他虽然冷淡，却并没有那种伪装成善意的恶意。他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个人，那个总是带着温和笑意，却让人感到虚伪和不安的身影。相比之下，诺亚的冷漠反而显得更加真实且纯粹。奥利维亚看着诺亚伸出的手，没有轻蔑，也没有卑劣的嘲弄，那是一种沉稳而纯净的感觉。
他缓缓抬起手，指尖搭在诺亚的手套上，诺亚稳稳地握住他的手，将他从幽暗的林间引向明处。奥利维亚抬头看向诺亚，他依旧神情冷峻，却在这一刻给了他莫名的安心感。宴会厅内灯火通明，悠扬的乐曲声在大厅内回荡，宾客们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欢笑声与交谈声交织在一起。一名贵妇人坐在桌边，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一名女仆跪在华丽的地毯上，身体微微颤抖，惶恐地说道：“万分抱歉，我会尽快派人去搜寻。”王后缓缓开口：“那些和奥利维亚小姐一起进入迷宫的夫人们。”她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令人胆寒的威严，一字一顿地命令道：“把他们都带到我面前来。”大厅内气氛凝重，几名贵妇人神色局促地站成一排。里尔夫人站在最前方，她有些迟疑地开口说道：“那个。”茶杯轻轻磕在杯托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王后停下动作，她双手交叠，俯视着下方的众人，问道：“你们知道那位皇室客人去哪了吗？”里尔小姐猛地一颤，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与身旁的同伴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轻易接话。露台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风声掠过，众人低垂着头，在沉重的威压下屏住了呼吸。里尔小姐被点到名字，她结结巴巴地回应道：“我们确实是一起进去的，但是……”她突然决定走另一个方向，还没等我拦住她，她就消失了。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情况。王后指尖轻点着杯缘，发出规律的声响。她重复着里尔小姐的话：“你们一起进去。”但她没有任何解释或理由，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然后消失了。她端起茶杯，目光扫过下方众人，问道：“我明白了，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吗？”几名贵妇人忙不迭的连连点头，神色间充满了不安。王后放下茶杯，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她低声说道：“我明白了，里尔夫人，如果你处在那个位置，如果那位皇室客人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进入了迷宫，而且那还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迷宫，你甚至还跟丢了他，你会如何应对？”里尔夫人微微侧过头，语气冷静地继续说道：“我会立即回到女王陛下身边，然后去寻找那位皇室客人。”王后露出一丝微笑，不愧是高贵的里尔家族成员，社交界的女士们至少应该具备这种程度的教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聚集在这里的年轻小姐们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她侧过头，语气冰冷地宣布道：“这段时间你们就不要参加任何社交聚会了，利用这段时间去好好培养更得体的礼仪。”大厅内响起一阵惊恐的低语，有人绝望地轻声呼唤母亲，却被身旁的长辈严厉地呵止：“愚蠢的女孩，安静点。”这些女孩都来自权势显赫的家族，对女王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折中方案了。如果有人抗议，女王就会传唤证人，到那时，事情会演变得比现在更不可收拾。他们仅仅因为那位皇室客人曾是平民，就轻视对方，现在终于付出了代价。奥利维亚急促地喘息着，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他感到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诺亚低声说道：“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让我们走得慢一点，难道这也很困难吗？”诺亚沉默地侧过脸，眼神中透着一丝冷峻。或许确实如此，他低声自语道，随后转过身，迈步走向草地深处，皮鞋踩在草丛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奥利维亚紧跟在他的身后，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静谧的庭院中，沉闷的脚步声在夜色里回荡。奥利维亚看着诺亚的背影，心中感到一阵局促，这种沉默的氛围让他觉得有些尴尬。为了打破僵局，诺亚开口问道：“对了，刚才那个是什么？”诺亚停下脚步，转头看向他。奥利维亚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轻声惊呼道：“啊！”诺亚指了指他手中的东西，继续说道：“就是你刚才拿在手里的那个，它看起来似乎在发光。”奥利维亚淡淡的说道：“这是我亲手设计的魔力手电筒。”诺亚惊讶的睁大眼睛，重复道：“魔力手电筒还是你设计的？”奥利维亚解释道：“目前储存的魔力快用完了，所以这已经是他能达到的最高亮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将魔法师的魔力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这个装置内置了一个转换器，可以将魔力转化为电能。不过目前维护成本太高，很难实现商业化。”诺亚若有所思的回应道：“是因为需要魔法师定期为其充电吗？”奥利维亚点头说道：“没错，魔法师的雇佣费用昂贵，而且并不容易接触到，所以……”诺亚感叹道：“现在的你真的很像一名来自波尔德的大学生。”诺亚停下脚步，侧过脸看向奥利维亚。在他的记忆中，他总是那样胆怯且畏缩，可现在的他，眼神中却透着从未有过的神采。诺亚问道：“我可以看看吗？”奥利维亚停下动作，将手中的装置递了过去。诺亚伸手接过，仔细端详着问道：“这个要怎么充电呢？”奥利维亚指着装置解释道：“通过将魔力注入底部的银板来充电。”诺亚若有所思地回应道：“所以这和魔力穹顶的工作原理很像吗？”奥利维亚点头说道：“是的，完全正确。唯一的区别在于转换能量的类型和数量，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诺亚沉默地注视着他，看着他神采奕奕的样子，他心中暗自想到：果然，现在的他比以前总是畏缩着身子的时候要好得多。诺亚一边整理着手套，一边随口问道：“你是魔法师吗？”奥利维亚愣了一下，诺亚转过头，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看向他。诺亚接过手电筒，指尖轻触底部的银板，一股魔力顺着指尖注入装置，原本微弱的光芒瞬间迸发，强光划破了庭院的昏暗。奥利维亚惊讶地捂住嘴，感叹道：“哇，太神奇了！”诺亚看着恢复亮度的装置，语气平淡地说道：“现在亮多了，走吧。”两人穿过静谧的林间小径，月光洒在草地上，远处传来了急促的呼喊声。一名女仆率先发现了草丛后的身影，她惊喜地叫道：“哦，
我们找到奥利维亚小姐了。奥利维亚拨开繁茂的枝叶，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她略显疲惫地整理了一下裙摆，神情温婉地看向众人。王后关切地说道：“奥利维亚，你做得很好，一个人待在那种地方，一定吓坏了吧？天哪，你的脸都红透了，一定冻坏了吧？”奥利维亚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回应道：“哈哈，没事的。”玛格丽特拉住奥利维亚的手，说道：“我们先进去吧。”奥利维亚，王后也点头附和道：“没错，先让你暖和起来。”奥利维亚被簇拥着向宫殿走去，他回过头看向身后的花园，轻声的喃道：“我真的没事，陛下。”教授诺亚独自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手中握着那个魔力手电筒，指尖有节奏地敲击着金属外壳。他靠在椅背上，神情阴郁而疲惫。他低头看着手中散发着微弱光芒的装置，陷入了沉思。远处传来的喧闹声渐渐远去，只剩下风吹过迷宫墙壁的沙沙声。诺亚沉默地坐着，眼神中透出一丝冷峻。他低声自语道：“作为对皇室客人的礼遇，这应该足够了。”奥利维亚接过那个小巧的装置，轻声说道：“啊，谢谢你。”诺亚没有回应，他心中暗自想到：“我真是太反常了，应该去洗漱休息了。”奥利维亚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他停在诺亚面前，双手紧紧握着那个魔力手电筒，眼神中透着一丝急切与真诚。他开口说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这个作为谢礼送给你。”奥利维亚继续说道：“既然你是一名魔法师，使用它应该不会太麻烦。而且……”他有些局促地比划着，似乎想解释更多。诺亚看着他这副模样，原本冷峻的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低声回应道：“好吧，那你快回去吧。”诺亚握着那个失而复得的装置，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奥利维亚停下脚步，回过头望向那片静谧的花园，夜色笼罩着远处的露台与回廊，一切都显得格外沉寂。王后看着奥利维亚说道：“我很抱歉，奥利维亚，我并不想给你添麻烦，是我太粗心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那些困扰你的人亲自向你道歉。”奥利维亚有些慌乱地回应道：“不，陛下，请不要这样，那不是我的意思。”奥利维亚低下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奥利维亚疑惑道：“王后轻身靠近奥利维亚：“我本想让你在西律的最后一晚变得美好，结果却变成了这样。”奥利维亚擦去眼泪：“完全没有，您的陛下今晚很美。”奥利维亚露出微笑补充道：“我是真心的。”王后看着奥利维亚问道：“你是怎么从那个迷宫里出来的？那是你第一次去那里，一个人出来一定很困难吧？”奥利维亚用蕾丝手帕遮住口鼻，眼神有些闪烁地回应道：“哦，那是。实际上……”王后转过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诺亚说道：“我听到的传闻就是那样的。”诺亚沉默地站在原地，神情冷峻。他闭上眼，随后平静地回应道：“那是事实。”王后看着诺亚的侧脸，心中暗自思忖：我本以为情况会相反，但他果然还是像以前一样冷淡。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没有意义？王后走到诺亚身边，伸手轻轻搭在他的手臂上，说道：“你做得很好，你替我分担了很多。”诺亚语气毫无波澜地回应道：“我只是偶然遇见了他。”王后看着诺亚说道：“玛格丽特公主和奥利维亚明天早上就要离开了，我们会在宫殿为他们送行。你呢？”诺亚神情冷淡地回应道：“抱歉，那个时间我必须回海军总部报道，我已经向姑妈道过别了。”王后沉默片刻，说道：“我明白了，既然如此，你就先退下吧，你也一定累了。”诺亚低声应道：“是的。”诺亚转身离去，身影消失在长廊尽头。第二天清晨，露西在大殿前放声大哭，哭声响彻云霄。“请在回去的路上保重身体，很高兴能见到你。”奥利维亚有些手足无措地安慰着露西：“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您的陛下，请收下这个，作为对我送你发家的回礼。”露西抽泣着看向奥利维亚递过来的礼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哽咽着喊道：“奥利维亚！”莱昂奈德看着准备离去的众人说道：“欢迎随时再来西律。”玛格丽特挑起眉毛：“这是否意味着你也随时准备好接受我的采访了？”莱昂内德有些尴尬地别过脸，没好气地说道：“说真的，你快走吧。”玛格丽特。王后微笑着看向奥利维亚说道：“很高兴能见到你，奥利维亚。我会先问过你，然后再去问玛格丽特公主。”亚瑟礼貌道：“祝您回程一路平安。”奥利维亚垂下眼帘，心中默默想到：所以诺亚王子终究还是没有来。他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宏伟的宫殿，轻声说道：“非常感谢您的款待。”马车缓缓驶离宫殿，车轮在石板路上发出规律的声响。奥利维亚坐在车厢内，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玛格丽特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玩得开心吗？”奥利维亚轻声回应道：“是的。”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诺亚的身影，那一切简直就像一场梦。奥利维亚看着窗外，那些记忆如此鲜活，甚至让他怀疑是否真的发生过。玛格丽特坐在对面说道：“那就好，我原本还担心你会把这周当成地狱周。”奥利维亚收回视线回应道：“不，那些事其实都很好，我想我会记住他们很久很久。”马车渐行渐远，宏伟的宫殿在视线中缩小。奥利维亚看着远处的尖顶，心中默默想到：还有这座宫殿，以及沉稳的脚步声在走廊内回荡，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诺亚迈着大步走来，他的手紧紧握成拳，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显得苍白。他面无表情地穿过长廊，径直走向前方。诺亚走到红发侍卫面前，一把按住他手中的书本，问道：“谁允许你在值班室看书的？”侍卫吓得脸色苍白，猛地站直身体喊道：“啊，上校，非常抱歉，长官。”侍卫慌忙合上书本，看着诺亚继续往露台走去，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个，请问您怎么来这里了？”长官。
诺亚头也不回的答道：“只是上来抽根烟。”侍卫愣了一下，追问道：“哦，来这上面吗？长官，您为了抽烟，专门爬了这么长的死亡阶梯上来？”诺亚没有回答，他独自站在高处的露台上，任由微风吹乱他的金发。他低头看着指尖燃着的香烟，眼神空洞而疲惫。诺亚抬起头，望向波光粼粼的海面，一艘帆船正缓缓驶向地平线，那是奥利维亚离开的方向。他沉默地注视着那艘船，直到它变成海天交接处的一个小点，最终彻底消失在视线中。烟灰缸里横着燃尽的雪茄。诺亚站在露台边缘，将指尖最后一点火星按灭在桌上。他低头看着空荡荡的桌面，心中默默想到：反正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东西是注定无法识别的。诺亚直起身子，从怀中掏出一个金属圆筒，他戴着白手套的手紧紧握住圆筒，将其举到眼前。红发侍卫见状吓了一跳，急忙喊道：“等一下，长官，那样靠在栏杆上太危险了。”诺亚没有理会，侍卫愣在原地，疑惑地问道：“那是什么？”侍卫小声嘀咕道：“啊，算了，反正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也看不懂长官在看什么吧。”诺亚转身向楼梯走去，说道：“我要走了。”红发侍卫看着他的背影，难以置信地喊道：“您真的只是为了抽根烟才跑这么远的吗？认真的吗？”侍卫叹了口气，走到诺亚刚才站立的位置，他扶着栏杆，疑惑地望向那片波光粼粼的海面，那里什么都没有啊，明明什么都没有。海浪拍打着岸边，阳光洒在空荡荡的露台上，一切归于平静。1年后，波尔德的街道被积雪覆盖，屋顶上落满了厚厚的白雪，整座城市沉浸在冬日的静谧中。奥利维亚正低头忙碌着，长发垂落在肩头，发间系着深色的蝴蝶结。门外传来了清脆的喊声：“包裹快递！”奥利维亚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看向窗外。邮差站在铁栅栏门外，一边哈着热气，一边喊道：“请问有人在家吗？”奥利维亚快步跑向门口，鞋底在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声响。他大声回应道：“请稍等一下。”他伸手握住门把手，伴随着木门转动的轻微吱哑声，奥利维亚推开了家门。他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一边向外走去，一边喊道：“我这就来。”老妇人躺在病榻上，剧烈的咳嗽声在静谧的房间里起伏。她面色苍白，急促地喘息着，双手无力地交叠在腹部的被褥上。门外传来声音：“谢谢你，回去的路上请多保重。”老妇人听到动静，费力地侧过头看向门口。奥利维亚抱着一个大纸箱，快步走进房间。木地板随着他的脚步发出轻响。老妇人撑起身体问道：“送来了什么？”奥利维亚急忙喊道：“啊，祖母，请快躺下。”奥利维亚将纸箱放在床边，回应道：“是露西公主寄来的包裹。”老妇人看着纸箱说道：“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去把它打开吧。”奥利维亚拆开了包裹的封条。奥利维亚打开了红色的首饰盒，发出一声惊叹。盒子里静静躺着一顶镶嵌着宝石的发箍，黑色蝴蝶结簇拥着一颗硕大的粉色主石。老妇人看着发箍说道：“哦，亲爱的，试着戴上它吧。”奥利维亚小心地将发箍戴在发间。老妇人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你看起来真漂亮，我的孙女。”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奥利维亚，利伯蒂夫人，我来了，我要进来了。老妇人侧过头说道：“啊，听起来是麦克菲夫人到了。”奥利维亚整理了一下衣领，麦克菲夫人推门而入，笑着打招呼道：“早上好。”“哦，天哪，你戴的发箍真漂亮啊！对了，奥利维亚，我们今天需要早点出发，因为积雪，马车无法走太远，我们要一直走到第4大道，快去准备吧。”老妇人轻声唤道：“过来一下，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停下整理围巾的动作，转过身回应道：“怎么了？”老妇人颤巍巍地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奥利维亚的脸颊。她看着孙女戴着发箍的样子，心中默默感叹：“我只是想让她戴上简单的发箍，看起来体面一些，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老妇人收回手，靠在床头叮嘱道：“路上小心，奥利维亚。”麦克菲夫人拉住奥利维亚的手，催促道：“快点，奥利维亚，我们要迟到了。”奥利维亚顺从地跟着他走向门口，轻声回应道：“好的。”他推开房门，回头看向屋内的老妇人说道：“我走了，祖母。”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奥利维亚站在雪地里，麦克菲夫人叮嘱道：“如果发生任何事，请务必叫我。”“夫人，再次感谢你。”麦克菲夫人回应道：“别担心，安心去吧。你今天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奥利维亚微微点头，围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他独自走在积雪覆盖的小径上，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奥利维亚陷入了回忆。今年早些时候，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病情却突然迅速恶化。那天，奥利维亚端着托盘走进房间，祖母猛地咳嗽起来，手中的托盘滑落，面包和水杯摔了一地。大约6个月前，奥利维亚扶着虚弱的祖母，医生们也只能无奈地摇头，他的心脏病得很重。奥利维亚走在雪地里，心中满是忧虑，祖母的身体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他回想起祖母虚弱的模样，心中隐隐作痛。不过今天早上他的精神看起来比往常要好一些，这多少让人感到宽慰。奥利维亚来到路边，登上了停靠在那里的马车，车轮在雪地上缓缓转动，载着他驶向远方。马车内，奥利维亚靠在柔软的椅背上，随着车身的晃动，他轻轻抚摸着发间的发箍，雪花在窗外静静飘落。收到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的心情也变得轻盈了许多。奥利维亚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暗自盘算着应该买点什么回赠给露西公主，还要买一些祖母喜欢的浓缩热可可粉。虽然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喝得下。波尔德威廉公司的总部，安森伸出手将一份文件按在桌面上，他低声问道：“所以
你还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吗？对面的技术人员低下头回应道：“非常抱歉。”安森猛地拍向桌面，发出一声巨响。已经过去6个月了，为什么我们还在为一个简单的升级方案挣扎？我们向投资者做过保证，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他直起身子，语气愈发急促。我们还需要安装并进行运行测试，可你现在竟然还卡在蓝图阶段。戴眼镜的技术人员面露难色，额头上渗出汗水。他致歉道：“我很抱歉，但是总裁，如果没有设计师奥利弗的帮助，想要修改这个魔法穹顶几乎是不可能的。”安森听到这个名字，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转过身去。那个叫奥利弗的人。他沉默了片刻，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身影，那是穿着绿色长裙的奥利维亚，背影在光雾中显得遥远而模糊。安森冷冷地说道：“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他已经死了。”技术人员无奈地应道：“明白了，我会尽力而为。”安森独自站在窗边，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奥利维亚曾经决绝地宣告：“我不会再以奥利弗的身份活下去，我作为奥利弗的所有工作到此为止，永远不要再来找我。”安森捂住双眼，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真是可悲，简直难以置信。他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口唤道：“卢梭。”卢梭回答道：“我在。”安森问道：“奥利维亚，他还在中央图书馆工作，对吧？”安森陷入了沉思，看来他真的很绝望。我原以为他绝不会接受一份与他的骄傲不符的工作。他想起奥利维亚离开时那决绝的背影，心中暗自冷哼，说什么永远不要再来找我。你竟然敢说出那种话！你竟然敢对我说那种话！他回想起奥利维亚跪在自己面前的样子，他颈间锁着沉重的铁链，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显得卑微而无助。安森在心中默念：如果你当时流着泪向我哀求，我就不会毁掉你每一个找工作的机会，也不会让你像个乞丐一样生活。他伸出手，指尖在办公桌边缘烦躁地敲击着，发出沉闷的声响。很好，那就这样吧。去秘密联系中央图书馆的馆长，告诉他我想尽快见他一面，让我们看看你能走多远。奥利维亚同事向奥利维亚告别说道：“我先走了，明天见。”奥利维亚，今天辛苦了，安全回家。奥利维亚独自走在街道上，他思索着接下来的行程。首先要去杂货店买可可粉，还要给露西公主买件礼物。奥利维亚身后突然传来呼喊声，奥利维亚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声音来源。奥利维亚看着对方，那是麦克菲夫人的女儿，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麦克菲夫人的女儿从马车窗户探出身子喊道：“我们要出发了，快点进来！”为什么？奥利维亚满心疑惑，看着马车停在路边等待着他。苏珊娜·麦克斯出身平民，在希罗德与丈夫共同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事业鼎盛时期，她心爱的孙女降生了。苏珊娜立誓要让这个孩子过上连贵族都会嫉妒的生活。直到一个夜晚，载着她丈夫和儿子一家的马车发生了侧翻，他们的尸体残缺不全，甚至让人无法辨认那是否曾是人类。然而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葬礼之后，由于希罗德并不承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全部家产都被一名远房男性亲戚强行夺走。苏珊娜跪在地上，看着那个男人拿着文件走远，男人头也不回地警告道：“别指望我会帮你们，想都不要想。”无论苏珊娜如何挣扎，她都无法守护任何东西。苏珊娜跪倒在地上，这到底是什么法律？年幼的奥利维亚站在一旁，轻声唤道：“奶奶！”苏珊娜愤怒地质问道：“这到底是什么不公平的法律？”她看着年幼的孙女，心中满是绝望。我现在该拿我的孙女怎么办？除了从未登记过的一小笔应急资金，苏珊娜已经一无所有。后来她得知，那个夺走她一切的亲戚，在赌光了所有家产后自缢身亡。在希罗德，甚至连奥利维亚的入学申请都需要哀求那名男性亲戚作为法定监护人签字。苏珊娜站在那个男人身后，男人抽着烟斗，傲慢地摇了摇头。当奥利维亚的入学因为那个亲戚而延误时，苏珊娜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为了孙女的未来，苏珊娜最终带着奥利维亚离开了希罗德，前往波尔德共和国。她抛弃了旧姓氏麦克斯，改用了一个寓意自由的新姓氏利伯蒂。那是12年前的事了。在波尔德的生活也并不轻松，但奥利维亚在学业上的成功，成了苏珊娜黯淡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年幼的奥利维亚捧着奖杯，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苏珊娜紧紧拥抱着孙女，暗自发誓，我要让她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苏珊娜最大的骄傲。直到那一天，麦克菲夫人说道：“利伯蒂夫人，你应该多关心一下奥利维亚。”苏珊娜有些困惑地看着对方。麦克菲夫人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她每天回家前都会躲起来哭很久。”苏珊娜愣住了。什么？我的奥利维亚？这不可能，她总是那么开朗，而且她非常喜欢学校。麦克菲夫人叹了口气，闭上眼睛说道：“听我说，夫人，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国里，社会阶级依然根深蒂固。奥利维亚站在学校走廊里，被一群穿着体面的男同学围在中间，他们正用轻蔑的目光审视着这个外来者。那天，苏珊娜找到了奥利维亚。苏珊娜双手紧紧按住孙女的肩膀，想要看清她的脸。奥利维亚抬起头，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说道：“啊，没关系的，我已经接受了。”他笑着安慰祖母：“真的没什么，我能应付得来。”苏珊娜看着孙女强撑出来的笑脸，心中一阵酸楚。我当时沉溺在自己的悲伤里，竟然忽略了她的痛苦。苏珊娜流着泪转过身，不敢再看孙女的眼睛。那个孩子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已经学会了独自承受一切。奥利维亚当时那么努力，只是为了抹去我的悲伤。苏珊娜躺在病榻上，泪水顺着眼角滑落，那些往事在脑海中不断浮现。奥利维亚守在床边，轻声呼唤道：“
奶奶，奶奶！”苏珊娜虚弱的回应道：“我在，我亲爱的孩子。”奥利维亚的声音带着哭腔：“奶奶！”苏珊娜费力的睁开眼，视线已经变得模糊。她看着眼前那个已经长大的身影。奥利维亚伏在床头，泪水夺眶而出，大声喊道：“奶奶！”苏珊娜看着孙女，心中默默念着她的名字：奥利维亚。她静静地躺着，感受着生命在一点点流逝，目光始终停留在奥利维亚身上。苏珊娜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心中满是遗憾。如果能回到过去，该多好！奥利维亚跪在床边，紧紧抓着床单，泣不成声。苏珊娜泪流满面，看着年幼的奥利维亚：“如果可以重来，我绝不会让你看到这一切，绝不会把我的悲伤全部堆叠在你那早已疲惫不堪的小小肩膀上。”苏珊娜费力地睁开眼，最后一次注视着孙女，泪水顺着眼角滑落，随后缓缓闭上了双眼。奥利维亚声嘶力竭地哭喊道：“奶奶！”她扑在床边，紧紧抱着已经失去生机的祖母，悲痛的哭声传遍了整个房间。奥利维亚跪在地上，紧紧抓着祖母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滑落。她张着嘴大声哭喊，却换不回任何回应。在苏珊娜的葬礼之后，时间依旧冷酷地向前推移。奥利维亚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光影。苏珊娜，利伯蒂已经永远离开了，为什么这个世界还能像往常一样运转？他起身走向窗边，长裙拖在身后。虽然心中充满疑惑，但生活并未因此停滞。世界不会因为几个人的消失而停止转动。奥利维亚站在盥洗台前，用冷水泼向脸庞，试图洗去疲惫与悲伤。他伏在台面上，任由水滴顺着脸颊滑落。随后有人从身后轻轻揽住他的肩膀，给予无声的安慰。冬日的寒风吹过，奥利维亚推开沉重的木门，走入积雪的街道。他裹紧深色的大衣，围巾遮住了半张脸，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路过巷口的油桶时，他停下脚步，目光落在那个木质的小盒子上。奥利维亚走上前，从油桶中取出一封信。他低头拆开信封，拿出一张墨绿色的卡片，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的字迹。奥利维亚看着手中的信件，中央图书馆，为什么会有图书馆的消息？他站在寒风中，拆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纸，目光扫过上面的文字，整个人愣在原地。信纸从他指尖滑落，在风中翻卷着坠向地面，上面冰冷的字迹清晰可见。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由于人事调整，奥利维亚·利伯蒂小姐将被解雇。奥利维亚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单薄的身影在雪地中显得格外落寞。那封解雇信被风吹远，消失在视线尽头。他失魂落魄地走下台阶，推开图书馆沉重的大门，脚步有些踉跄。馆长推了推眼镜，指着桌上的文件说道：“解雇你的理由就在这里，上面写得很清楚，是因为图书馆预算缩减而进行的人事裁减。”奥利维亚撑着桌子，难以置信地质问道：“即便如此，哪有人会这样突然开除员工的？”馆长坐在办公桌后，头也不抬地回应道：“听着，难道我们还要提前1年通知你吗？”馆长冷漠地补充道：“合同里甚至没有规定解雇前需要提前通知的条款。”奥利维亚走出图书馆，寒气在唇齿间化作白雾。他无力地靠在石墙边，身体顺着冰冷的砖石滑落，瘫坐在台阶上。为什么每一次面试都会失败？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最后竟然也是这样的结局。他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法掩住面部，泪水无声地流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吗？难道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平民女性？如果我不是平民，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奥利维亚扶着墙壁站起身，指尖在粗糙的砖石上划过。他低着头，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先回家吧，先回家休息一下。奥利维亚，一个声音突然从前方传来。他猛地停下脚步，抬起头，目光中透出惊讶。安森正站在不远处的街道上，静静地看着他。安森，奥利维亚轻声呢？难道？安森迈步走近，停在奥利维亚面前，问道：“奥利维亚，你这是怎么了？”他打量着奥利维亚苍白的脸色，眉头微蹙：“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发生什么事了吗？”奥利维亚避开他的视线，伸手拨开他想要触碰的手，冷淡地回应道：“没什么，看样子你来图书馆是有公事要办，你快去吧。”他低下头，侧身从安森身边走过。“我先走了。”安森站在原地，看着奥利维亚离去的背影，嘴角却勾起一抹深沉的弧度。“奥利维亚！”他再次开口叫住他。安森看着他的背影，问道：“你现在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吗？”奥利维亚微微侧过脸，神情复杂。安森双手插在兜里，缓步走到他身后，说道：“我需要你。”奥利维亚沉默片刻，语气平静地回应道：“我想你需要的应该是奥利弗，而不是我。”安森看着奥利维亚离去的背影，说道：“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奥利维亚没有回应，只是沉默着继续向前走去。安森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身影。他原本想过用更温和的方式让你接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你逼入绝境。他转过身，望向远处宏伟的建筑。波尔德的统治阶层依然由诺福克大陆的贵族组成，这个家族的女主人绝不能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女子。安森摇了摇头，否定了脑海中某些天真的念头。这行不通的，奥利维亚。他站在高处，俯瞰着整座城市。可怜的奥利维亚，你只需要在寒冬中再坚持一段日子。安森伸出手，仿佛想要接住天空中飘落的雪花，又像是想要抓住那个远去的身影。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向你伸出的这只手，才是你真正的春天。我绝不是那个会伤害你的人。安森注视着远方，心中暗自思忖：现在的你或许还在抗拒，但总有一天，你会主动来到我身边。
希罗德马球俱乐部坐落在宏伟的庄园之中，这里是贵族们社交的中心。伊莎贝尔踩着黑色的高跟鞋，裙摆在木质地板上轻轻掠过，她挽着兄长的手臂，步入华丽的大厅。巨大的水晶吊灯洒下光芒。自从上个社交季初次登场以来，伊莎贝尔便成了社交界备受瞩目的新星。无数的信件与邀请函如雪片般飞向他的府邸，但他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转而开始频繁出入马球俱乐部。当伊莎贝尔出现在这个原本属于男性贵族的社交空间时，起初人们都感到十分困惑。他站在一众男士之间，神情自若地整理着蕾丝手套，面对周围投来的复杂目光，伊莎贝尔只是微微扬起下巴，眼中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芒。随着流言四起，贵族小姐们开始在男性亲属的陪同下频繁出入马球俱乐部。短短1年间，这种聚会已然成为社交界最盛行的风潮。俱乐部大厅内人头攒动，侍者穿梭在圆桌与台球桌之间。伊莎贝尔步入其中，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伊莎贝尔小姐，一位金发名媛快步迎了上来，亲昵地挽住伊莎贝尔的手臂，说道：“好久不见了，亲爱的。”他凑近伊莎贝尔的耳畔，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道：“他还没到呢。”伊莎贝尔微微侧头：“亲爱的，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什么人呢？”金发名媛掩嘴轻笑：“别装傻了，现在大家都在传说我们的皇子殿下已经坠入爱河了。”另一位名媛也凑了过来，兴奋地附和道：“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伊莎贝尔在心里默默念道：“啊，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呢？”就在这时，沉重的大门发出一声轻响，缓缓向两侧推开。伊莎贝尔敏锐地转过头，眼中闪过一丝期待。皮鞋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声响。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伊莎贝尔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目光紧紧锁住大门的方向。诺亚走入大厅，他穿着笔挺的军官制服，领口的宝石在灯火下折射出冷冽的光。他神情冷峻，周身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压迫感。伊莎贝尔站在人群中，脸颊泛起一抹红晕。他注视着诺亚穿过长廊，目光追随着他披风的一角。诺亚并未在喧闹的人群中停留，他径直走向大厅深处的休息区。披风随着他的脚步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度。伊莎贝尔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他提起裙摆，踩着优雅的步子跟了上去。诺亚在沙发上坐下，随手端起一杯酒。他微微侧过头，似乎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伊莎贝尔走到诺亚身后，微微俯下身，带着一抹志在必得的微笑，说道：“好久不见了，殿下。”伊莎贝尔端着酒杯靠近，他轻声说道：“好久不见了，殿下。”诺亚侧过头，视线落在他身上，并没有立刻回应，只是沉默地举起酒杯。伊莎贝尔看着诺亚说道：“殿下，您愿意和我做个交易吗？”诺亚垂下眼帘，神情冷淡地问道：“你想要什么？”伊莎贝尔轻笑着靠近诺亚，他低声说道：“这并不难。您只需要和我一起出席马球俱乐部的聚会，这不会损害您的名声，所以没有理由拒绝。”诺亚坐在沙发上，手中端着酒杯，沉默地听着。伊莎贝尔继续说道：“殿下，我之所以请求您，是因为我觉得您或许能理解我。”诺亚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他反问答：“理解？”伊莎贝尔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接着说道：“我不想像商品一样被卖掉结婚。最近有人向我求婚，而且他完全不肯罢休。如果我的同伴是一位皇子，他应该就能明白暗示并离开了。”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心中却在盘算，虽然这是个拙劣的借口，但那位冷漠的皇子反正也不是那种会深究细节的人。诺亚看着他说道：“即便我同意，你的名声也会受损。”伊莎贝尔回应道：“只要您不因此责怪我，我就没有理由拒绝。”伊莎贝尔轻笑着回应道：“哎呀，我会处理好自己的名声，所以请不必担心。”他收敛了笑意，神情变得认真起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保证会在2年内结婚，所以请您在那之前千万不要比我先举行婚礼。”诺亚沉默地注视着他，良久，他低声回应道：“好。”回忆的余温散去，现实的喧嚣重新填满了空间。诺亚坐在桌前，看着下属递过来的文件，他陷入了沉思，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套。他抬起手挡住刺眼的光芒。诺亚猛地站起身，桌对面的采访者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问道：“那个，殿下？”诺亚冷冷地打断道：“就到此为止吧。”采访者急忙追上前去，撑着桌子喊道：“请等一下，能不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诺亚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采访者不依不饶地追问道：“您离开海军的原因是因为您的投资公司诺福克吗？”诺亚停下脚步，发出一声冷笑：“这又不是议会听证会。”他转过身，眼神冰冷地看向采访者，说道：“我已经多次在采访中声明过，是因为服役期满才退伍的。今天的报纸上也有刊登，你自己去确认吧。”莱昂纳德愤怒地攥紧手中的报纸，纸张在他指尖被揉成一团。他猛地拍向桌面，吼道：“你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诺亚站在办公桌前，语气平淡地反问道：“我做了什么？”莱昂纳德指着他怒斥道：“昨天的采访，那是你该有的态度吗？你应该更温和地回答才对。幸好我们拦下了那篇报道，这种事最近发生的太频繁了。”诺亚看着莱昂奈德问道：“您是想说海军的声誉仅仅因为我的离开就动摇了吗？”莱昂纳德猛地拍向桌面，他神情严峻地逼近诺亚问道：“你知道波利亚已经出现了革命的迹象吗？”诺亚沉默不语。莱昂纳德继续说道：“他们说要废除君主制，波利亚王后
是我的堂妹。昨天她秘密请求我允许她的孩子们寻求庇护。诺亚冷淡地回应道：“那是波利亚自找的，他们的国王到处施加暴行，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他直视着莱昂纳德说道：“陛下，这不正是您如此坚定地制衡议会的原因吗？”莱昂纳德的眼角微微抽动。诺亚接着说道：“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也就是当下的氛围。”莱昂纳德对着诺亚说道：“即便我要求你留在海军，你还是为了经营自己的生意而辞职了。那么告诉我，作为一名皇子，你现在打算做什么？”诺亚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他反问道：“我到底还有什么没做的？我服役了4年，那是规定期限的2倍。如果我能早出生，哪怕1年，事情也许就会完全不同。我和亚瑟虽然不是双胞胎，却在同年出生，从小到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在一起。”年幼的诺亚与亚瑟背对背站着，手中各自拿着成绩单。当我第一次拿到比亚瑟更高的名次时，一种异样的兴奋感席卷了全身。我多么希望父亲能认可我！然而，当莱昂内德看到我们的成绩单时，他只是冷冷地说道：“你应该以第2名为目标。”莱昂纳德猛地撕碎了手中的成绩单，碎片在空中散落。他按住年幼诺亚的肩膀，语气冰冷地告诫道：“你不应该比皇太子更优秀，但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强，明白吗？”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个替代品，一个随时待命的便利备胎。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空虚，为什么一切都让我觉得无聊。莱昂纳德愤怒地咆哮道：“你以为作为皇子，只要服完兵役就万事大吉了吗？”诺亚沉默地听着。莱昂纳德继续吼道：“婚姻，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见伊莎贝尔小姐，那就赶紧行动，和她结婚。”诺亚咬紧牙关，神情显得极度不耐烦。他反问道：“为什么突然又提起结婚的事？”莱昂纳德指着他命令道：“不管是伊莎贝尔家还是其他家族，你必须在2年内结婚。”他转过身，语气不容置疑：“我不会再说第2遍。”诺亚发出一声冷笑，他整理了一下衣襟，说道：“照这个势头下去，您是不是连我的婚礼日程都要定好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随手扔在莱昂纳德的办公桌上。莱昂纳德皱起眉头，问道：“这是什么？”诺亚平静地解释道：“既然我已经退出了海军，而且我的生意经营得还不错，我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领取皇室津贴，以此来维持我的身份地位。”莱昂纳德愣在原地，难以置信地反问道：“什么？”诺亚转过身走向门口，头也不回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完美的理由吗？既然我已经交出了您想要的东西，那我就先告辞了。”房门在诺亚身后缓缓合上，发出一声轻响。莱昂纳德气得浑身发抖，他猛地拍向桌面，怒吼道：“那个臭小子！”诺亚！诺亚独自走在长廊上，皮靴踩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低声自言自语道：“再这样下去，最后真的会变成要和伊莎贝尔·塞缪尔结婚了。伊莎贝尔吗？至少她不会带来麻烦，也不是那种粘人的性格。”他停下脚步，发出一声轻叹，从怀中取出一卷文书，指尖轻轻摩挲着冰冷的纸张。结婚。诺亚正陷入沉思，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稚嫩清脆的声音：“哥哥。”他转过身，看到露西正快步跑来，一脸期待地问道：“你觉得哪一个更好看？”诺亚看着他手中的东西，有些迟疑地重复道：“发带。”他的目光越过露西，落在不远处的一个身影上。奥利维亚正静静地站在花丛旁，指尖轻抚着发丝，神情温婉而宁静。诺亚指了指其中一个，说道：“这个。”露西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回应道：“那我就带这个，谢谢哥哥。”他转过身，一边喊着保姆，一边欢快地跑开了。诺亚独自站在走廊里，看着露西远去的背影，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另一个人的身影。为什么那个女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奥利维亚今年已经20岁了，她很快就会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然后过上平凡的生活。诺亚垂下眼帘，遮住了眼底复杂的情绪。或许他现在已经在筹备婚礼了。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在意？在意她是否戴着露西的发带，或者在意她是否已经嫁为人妇？在波尔德小镇，奥利维亚正忙着擦拭窗户。自从收到图书馆的解雇通知那天起，他就开始不停地打扫屋子。奥利维亚停下手中的动作，看着窗外。如果就这样静静待着，浓重的黑暗仿佛就会随时满溢出来，将他彻底吞噬。祖母的离世依然像沉重的枷锁压在心头。奥利维亚垂下眼帘，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每天都沉溺在泪水中。他穿上靴子，走在石砖铺就的小路上，脚步声在安静的街道回荡。奥利维亚推开沉重的木门，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系着绿色丝带的礼盒。他甚至为公主准备了一份礼物。敲门声响起，玛格丽特从书堆中抬起头说道：“请进。”奥利维亚推开门，快步走进房间，喊道：“教授！”玛格丽特放下手中的笔，看着站在面前的奥利维亚问道：“这个时间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现在应该在工作才对。”奥利维亚停下脚步，有些局促地低下头说道：“我还没告诉您，我被解雇了。”玛格丽特露出惊讶的神色，反问道：“解雇？”两人在桌边坐下，玛格丽特看着奥利维亚问道：“我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奥利维亚捧着茶杯，轻声回应道：“他们说是由于财政问题需要裁员，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玛格丽特皱起眉头，难以置信地重复道：“财政问题？那可是波尔德最富有的中央图书馆，竟然会因为财政问题裁员？”奥利维亚端着茶杯，无论怎么想都觉得不合常理。玛格丽特看着他，一位赫林顿大学的毕业生竟然会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可能？玛格丽特打破沉默问道：“既然你被解雇了，打算去找另一份工作吗？”奥利维亚看向一旁回应道：“
我想先休息几天再试试。其实大多数公司已经拒绝我了。他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略显憔悴的自己，或许该去看看家教或者学校的工作。玛格丽特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玛格丽特站起身，走到书桌旁，翻找着文件。他从一叠纸张中抽出一份，说道：“这里有一个合同制教授的空缺。”奥利维亚惊讶地看着玛格丽特手中的文件。玛格丽特继续提醒道：“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且如果选课人数不足，校方可能会随时取消课程并终止合同。”奥利维亚接过文件，仔细阅读着上面的条款。他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重新燃起了光芒。奥利维亚紧紧抱着文件，说道：“我想试试，教授，我真的很想试试。”玛格丽特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回应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看来中央图书馆那个愚蠢的馆长解雇你，反倒是为了这件事做铺垫。”玛格丽特愤怒地拍向桌子，喊道：“别再去那种地方了，专心准备这次的职位空缺，回学校来教书吧。”奥利维亚看着玛格丽特，眼中满是感激地回应道：“谢谢您，教授。”在昏暗的办公室内，玛格丽特站在桌后，对面前的助手命令道：“去把拒绝过奥利维亚求职申请的公司名单都给我找来，顺便查查那个图书馆馆长最近有没有在秘密会见什么人。”助手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玛格丽特独自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抵住下颌。他原本以为那些公司拒绝奥利维亚只是因为歧视，但被一家运营良好的图书馆无故解雇，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性质。玛格丽特陷入了沉思，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在赫罗德宫殿内，露西高高举起那个系着绿色丝带的礼盒，喊道：“到了！”他抱着礼物在走廊上兴奋地奔跑，裙摆随着动作轻快地晃动。亚瑟看着孩子跑远的身影，问道：“那到底是什么？”诺亚站在一旁回应道：“应该是从波尔德寄来的。”亚瑟若有所思地问道：“是姑姑寄来的吗？”诺亚看着露西欢快的样子，反问：“你觉得如果是她寄来的，露西会有这种反应吗？”侍从在一旁恭敬地解释道：“殿下，这是奥利维亚小姐寄来的。”露西坐在椅子上，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问道：“哦，我也有信吗？”他认真阅读着信纸上的内容，说道：“他说我送的那条绿色发带非常漂亮，而且他每天都会带着它。”露西开心地晃动着双腿，继续读道：“还有。”奥利维亚正坐在桌前专注地写着什么。露西兴奋地读出信中的消息：“他要参加大学教授的考试了，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诺亚沉默地听着，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名字——奥利维亚。他正抱着文件夹走在台阶上，正如他的名字那样，活得自由自在。露西继续读着信，说道：“另外，他为之前的延迟感到抱歉，因为发生了一些意外。”露西的声音低了下去。奥利维亚的祖母去世了，一只手将黑色的信封递了过去，那是沉重的哀悼，那是他唯一的家人，他一定很难过。诺亚重新陷入了沉默，目光穿过宫殿的窗户，望向远方。几个月后，报纸头条赫然写着：“波利亚君主制废除，共和国成立。”莱昂纳德疲惫地揉着眉心，说道：“拒绝波利亚女王的避难请求。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不能容许任何火星出现。”莱昂纳德头也不回地命令道：“快去办！”诺亚站在桌前，微微躬身回应道：“遵命，陛下。”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莱昂纳德看着窗外的城邦，继续说道：“你也看到了波利亚王室是如何覆灭的，我们稍有不慎就会不其后尘，所以绝对不能犯下任何错误，哪怕是再小的污点也不能留下。”诺亚沉默地听着，眼神冰冷而深邃。他低声回应道：“明白了。”莱昂纳德陷入了沉思。我必须想办法赢得民众的爱戴。王室若想在当下的浪潮中生存，就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睁开双眼。莱昂纳德一掌重地拍在桌面上，发出一声巨响。他大声喊道：“喂，秘书！”秘书抱着文件夹，慌忙跑进房间，气喘吁吁地回应道：“在的，陛下。”莱昂纳德神色严峻地命令道：“立刻去调查奥利维亚，要查得彻彻底底。”莱昂纳德竖起一根手指，脸上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他看着窗外盛开的花丛，低声自语道：“找到了，这就是办法。”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最重要的一点，查清楚他是否已经订婚了。”报纸上刊登着一张醒目的照片，奥利维亚怀抱着鲜花，笑得格外灿烂。标题赫然写着：“首位大学女学生正式成为教授。”希罗德马球俱乐部内，伊莎贝尔推开门走了进来，发出一声惊叹。诺亚正站在室内，他整理着袖口，说道：“看来你终于有空了。”伊莎贝尔回应道：“是啊，准备好开始了吗？”诺亚转过身，背对着伊莎贝尔，吩咐道：“去把我的马准备好。”诺亚停下手中的动作，侧过脸，神情冷峻。伊莎贝尔轻声应允：“好的，我会传达下去的。”伊莎贝尔走上前去，她带着笑意看向诺亚，随后转身离开。诺亚独自站在原地，看着伊莎贝尔远去的背影，皮靴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伊莎贝尔伸出手，接过诺亚递来的白色衬衫，她注视着眼前的男人。诺亚神情平淡，他将衣物交托给伊莎贝尔，随后微微侧过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弧度。诺亚心中暗自思忖，他从我这里想要的，真的只是关于那些传闻吗？更衣室的门发出轻响，诺亚已经换上了白色的马球衫，他低垂着眼帘，神色显得有些阴郁。他抬起头，目光冷峻而深邃。伊莎贝尔走上前去，他手中拿着马球杆，递到了诺亚面前。两人在狭窄的空间内对视，气氛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远处的马球场上传来阵阵欢呼声，球员们正热烈地交谈着。诺亚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疏离。他戴上头盔，拎起马球杆向外走去，头也不回地对身后的伊莎贝尔说道：“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为你的名誉负责。”
他翻身上马，动作利落而果断，马蹄声在空旷的赛场上回荡。诺亚骑着黑马奔向场地中央，伊莎贝尔站在阴影处，注视着那个远去的身影。人心真的很善变。他回想起最初的时候，只要能待在诺亚身边就足够了。那时候他们并肩坐在长椅上，伊莎贝尔总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他。但现在，伊莎贝尔看着诺亚，心中的渴望愈发强烈。我想让他对我微笑，只对我一个人微笑。一名侍者正抱着衣物迎面走来，伊莎贝尔停下脚步，吩咐道：“放下吧，我来处理。你去把更衣室里的衣服整理好。”侍者愣了一下，随即恭敬地回应道：“啊，好的，当然可以。”伊莎贝尔接过衣物，指尖却触碰到了一件质感异样的东西。他疑惑地皱起眉头：“这是什么？”伊莎贝尔注视着手中的东西，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他回想起曾经与兄长的对话，伊莎贝尔曾好奇地问道：“哥哥，诺亚殿下有什么珍视的宝贝吗？”兄长端着茶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没什么特别的。”他甚至连自己的马球马都不愿意命名。伊莎贝尔当时心想：果然如此。兄长放下茶杯，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啊，不过最近他每天都随身带着一样东西，大概有1年了吧，或者更久一点。他总是把那个奇怪的小玩意塞在夹克内侧。”伊莎贝尔低头注视着手中的物件，心中翻江倒海。他竟然贴身带着这个东西整整1年。赛场边的铃声清脆地响起，宣告着这一局的终结。马球场上，比赛已经结束。诺亚牵着马走下赛场，身旁的同伴一边擦汗一边抱怨道：“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简直像疯了一样。”另一名球员也凑过来附和道：“就是说啊，您应该命令我穿上全套盔甲再上场的，我刚才差点就没命了。”诺亚停下脚步，他微微侧过头，脸上带着运动后的潮红，语气却依旧冷淡：“那是你整天待在室内酗酒的报酬。”同伴夸张地大叫起来：“你也太严厉了！”诺亚没有再理会同伴的抱怨，他发出一声轻笑，笑声中带着一丝疲惫。随后他抬起头看向远方，诺亚站在淋浴喷头下，任由水流冲刷着脊背。皇室成员根本无处可逃。原本以为事情已经平息，可波利亚事件之后，那些如影随形的记者反而增加了1倍，闪光灯在记忆中不断炸裂。诺亚闭上眼：“我明白，但我快要疯了。不，老实说，我根本不想再去理解什么了。我厌倦了站在镜头前，无法摆脱这种悲惨的生活。水流顺着脚踝汇入排水口，难道我要像个镀金的奴隶一样活一辈子吗？”诺亚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眼神空洞而疲惫。我应该直接喝个烂醉，然后昏死过去。他穿好衣服走下楼梯，俱乐部的大厅里聚满了人，喧闹声此起彼伏。诺亚穿过人群，耳边传来一阵议论声：“你听说了吗？奥利维亚成为教授了。”另一人回应道：“你现在才知道吗？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诺亚猛地停下脚步，他听到了那个名字——奥利维亚。人群中有人在闲聊：“嘿，我表哥在波利亚做生意，你猜怎么着？”伊莎贝尔端着酒杯走近，他将一杯马提尼递到诺亚面前。伊莎贝尔注视着诺亚说道：“安森，威廉昨天来过我家，他告诉了我们一些有趣的事。”诺亚端着酒杯，沉默地听着。伊莎贝尔继续说道：“他说，威廉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看中了奥利维亚，他们以前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诺亚正要喝酒的动作僵住了，他握紧杯柄，眼神中闪过一丝波动。伊莎贝尔观察着诺亚的反应，补充道：“据说安森，威廉退学后还经常跑去见奥利维亚。”诺亚一言不发，他仰起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不远处的年轻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那个男人对奥利维亚可是志在必得。一名男子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说道：“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波利亚也是由贵族统治的，对吧？”另一人压低声音回应道：“奥利维亚的身份不够高，没法成为他的妻子，所以他大概只是想玩玩而已。”诺亚独自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背对着喧闹的人群，那些议论声却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那人继续说道：“但现在奥利维亚成了教授，所以谁知道呢？也许奥利维亚利伯蒂很快就会变成奥利维亚威廉了。”啪的一声，诺亚猛地将酒杯重扣在桌上，杯中的橄榄微微晃动。原本在闲聊的2名男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吓了一跳，他们诚惶诚恐地看向诺亚，却发现这位殿下只是沉默地坐着。诺亚低垂着头，双手撑在膝盖上。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个女人说的好像很了不起一样？他自嘲地笑了笑，眼神中透出深深的疲惫。我只是想喝2杯酒，结束这一天，仅此而已。诺亚看着桌上残余的酒液，心中燃起无名火。他们却毁了这一切，就为了谈论关于奥利维亚的事。他闭上双眼，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神情，整个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中。诺亚低垂着眼帘，神情阴郁。曾经一切都运转得很好，直到有一天它坏掉了，再也无法重新启动。他想起那件被遗忘在角落的旧物，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能修好它。诺亚自嘲地想到：我为什么还要愚蠢地一直带着它？他脑海中浮现出奥利维亚的身影，那个总是带着温婉神情的女人。诺亚猛地站起身，动作粗鲁地抓起外套披在肩上。我跟那些白痴根本没什么两样。一名同伴端着酒杯，惊讶地问道：“哦，这就要走了吗？你才喝了1杯而已。”诺亚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没用的混蛋们，随你们怎么聊那些海外的八卦吧。一名年轻人看着诺亚离去的背影，问道：“他怎么又生气了？”另一人无奈地摆了摆手，说道：“别管他了，他从刚才打马球的时候起就一直不太对劲。”马蹄声急促地敲击着地面，一辆华丽的马车正缓缓驶离俱乐部大门，车轮碾过十字路，扬起阵阵尘土。
伊莎贝尔提起裙摆，在走廊上飞快地奔跑起来，鞋跟撞击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杂乱。马车夫拉住缰绳，有些迟疑地看向追出来的身影，问道：“小姐，现在还不到您离开的时间吧？快点！”他催促道。伊莎贝尔顾不上回应，她大口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眼神中充满了焦急。伊莎贝尔猛地拉开车门，对着车夫大声吼道：“快追上诺亚殿下！”宴会厅内灯火通明，侍者穿梭在宾客之间，递上一杯杯马提尼。伊莎贝尔踩着高跟鞋走过长廊，诺亚正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背对着她。伊莎贝尔小姐，身后传来一声呼唤。伊莎贝尔停下脚步，侧过头看向来人。米兰夫人，有什么事吗？米兰夫人神色踌躇，她先是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无人注意后，才凑近伊莎贝尔，压低声音问道：“关于您和皇子殿下的关系，最近没出什么问题吧？”米兰夫人神情愈发凝重，低声说道：“陛下似乎已经开始暗中调查你们两人的关系了，而且我觉得陛下的意图恐怕并不友善。”伊莎贝尔攥紧了裙摆，低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米兰夫人神色凝重，在外交部工作的父亲昨天提到了一些事，波利亚事件之后，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不是吗？米兰夫人凑近了一些，父亲说陛下似乎想通过皇子殿下的婚事来扭转局面，恐怕已经在考虑与其他王室联姻了。伊莎贝尔猛地僵住，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米兰夫人连忙伸手扶住她，担忧地问道：“天哪，您没事吧？”伊莎贝尔死死盯着前方，这不可能！伊莎贝尔小姐，米兰夫人焦急地呼唤着。伊莎贝尔失神地喃喃自语：“绝不可能！”马车在庄园门前疾驰而过，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沉重。伊莎贝尔提起裙摆，在空旷的长廊上狂奔，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小姐，侍从在身后不解地喊道：“现在还不是回府的时间，您要去哪？快一点！”伊莎贝尔根本无暇顾及身后的询问，她大口喘着粗气，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焦灼。快去追上诺亚殿下！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女人的告诫。伊莎贝尔小姐，请记住这一点。那个女人竖起食指抵在唇边，神情冷峻而理智。如果你想抓住诺亚殿下的心，就必须随时做好彻底放弃他的准备。一旦你失去了这份决绝，殿下就会对你感到厌倦。伊莎贝尔端起茶杯，嘴角勾起一抹苦涩而清醒的弧度，微微点了点头。伊莎贝尔紧紧咬着戴着黑色蕾丝手套的指尖，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挣扎。一切就此结束了。马车停在宅邸门前，诺亚走下车厢，大步穿过庭院。您回来了，殿下。年长的女仆迎上前去行礼。诺亚没有停下脚步，随手将手中的东西递给女仆，冷冷地吐出一个字：走。女仆愣在原地，看着他决绝离去的背影。请等一下，殿下。他在身后急切地呼唤道。诺亚停下脚步，微微侧过头，眼神中透着一股令人胆寒的冷漠与疲惫。允许这个女人出入俱乐部，本已是宽容的限度，但在这种时间直接找上门来，完全是另一回事。诺亚垂下眼睑，眼神中透出毫不掩饰的厌恶。我现在心情很差。伊莎贝尔站在台阶下，有些局促地开口说道：“晚上好，殿下。”诺亚指尖夹着雪茄，冷冷地打断了他，直接说重点。我没耐心听这些客套话，如果你的重点和你的开场白一样无聊，那就干脆别提了。远处的仆人们正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目光不时投向这边。诺亚继续说道：“我已经明确表示过，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名声。”伊莎贝尔的身体微微颤抖，死死盯着诺亚的背影。但在这种时候跑到我家来，把你那所剩无几的荣誉也拖进泥潭里。诺亚漫不经心地弹了弹烟灰，语气冰冷刺骨。诺亚停下脚步，转过身俯视着眼前的女人，这很让人困扰，难道不是吗？他凑近伊莎贝尔的耳畔，语气中带着一丝轻佻的嘲弄。还是说你今晚过来是想和我共度良宵？伊莎贝尔猛地一颤，整个人僵在原地，她死死攥紧胸口的衣料，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出了点问题，伊莎贝尔低声说道：“关于我的传闻已经闹得太大了，现在根本没有人愿意向我求婚。”诺亚不为所动，只是冷淡地反问道：“所以呢？”伊莎贝尔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所以我希望向殿下求婚。”诺亚微微眯起双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发出一声轻笑。伊莎贝尔继续说道：“您已经厌倦了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了，不是吗？如果我能让您的日程表彻底清空，您愿意和我结婚吗？作为交换，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您能把一直随身携带的那个银色物件给我吗？”诺亚看着他，眼神中透着审视：“你连这种细枝末节都一清二楚吗？”塞缪尔夫人。他转过身，对身旁的年长女仆微微颔首，女仆恭敬地弯下腰。伊莎贝尔接过银筒，指尖紧紧抵住冰冷的金属表面。“我本来也打算扔掉它，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诺亚冷冷地补充道，“只要别再到处宣扬什么承诺的信物之类的废话就行。”伊莎贝尔低头看着手中的银筒，沉默不语。“就让这成为我们短暂合作的终点吧。”诺亚说完，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送客！伊莎贝尔猛地跪倒在冰冷的石阶上，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她无力地垂下头，任由长发遮住脸庞。诺亚穿过庭院，消失在夜色中。真是个荒诞的夜晚。月光洒在赫林顿大学的校园内，喷泉水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清晰可闻。办公室内，奥利维亚正站在桌前，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件。“如果下学期的课程再次被取消，你的合同将被终止。”奥利维亚沉默地注视着窗外，神情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奥利维亚低声回应道：“我明白了。”赫林顿大学那些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拒绝选修他的课程。奥利维亚
站在空荡荡的讲台前，看着那些写满拒绝的申请书像雪片般散落在虚无中，他精心准备的第一门课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向了被取消的命运。办公桌后的男人翻看着文件说道：“在合同期内，薪水还是会照常支付给你，请去办公室报备一下吧。”奥利维亚微微躬身行礼：“好的，谢谢您。”他背起皮质公文包走出办公室，身后传来男人若有若无的感叹：“即便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兼职教授，又有什么用？根本没有人来听他的课。”奥利维亚独自走在空旷的长廊上，皮鞋踩在格纹地砖上的声音显得格外冷清。他在一扇标有305号的房门前停下脚步，看着门牌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最后一次了。奥利维亚推开门，心中默默想着：如果这门课再次被取消，我就不得不离开这里了。奥利维亚伸手握住冰冷的金属门把手，缓缓推开了沉重的大门。他走进空旷的阶梯教室，皮鞋踩在花纹地砖上的声音在寂静中回荡，显得格外清晰。奥利维亚独自走向讲台，四周是一排排整齐却空无一人的长椅。他停下脚步，将厚重的蓝色讲义放在桌面上。他翻开讲义，指尖轻轻划过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些精心准备的教案在寂静中发出细微的纸张摩擦声。奥利维亚站在讲台后，望着眼前这片空荡荡的观众席，心中涌起一阵无力感。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独自伫立在宏伟的教室内，背影显得单薄而落寞，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在空气中回旋。莱昂纳德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正专注地审阅着手中的文件。门外传来侍者的声音：“陛下，从波尔德归来的调查官请求见您。”莱昂纳德头也不抬地回应道：“让他进来。”调查官快步走进办公室，恭敬地向莱昂纳德行礼。莱昂纳德放下手中的笔问道：“进展如何？”调查官一言不发，双手呈上一份厚厚的报告书。莱昂纳德接过报告，快速翻阅着上面的内容，他的目光在字里行间扫过，神色逐渐变得凝重而深沉。片刻后，莱昂纳德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他合上报告书，命令道：“立刻把王后和诺亚叫到这里来。”亚瑟看向眼前的长辈，问道：“所以您的意思是，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您想让诺亚和奥利维亚结婚？”莱昂纳德肯定地回答道：“没错。那么，沃尔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记得并没有传唤你。”沃尔特尴尬地笑了笑，回应道：“难道我不该出现在这里吗？”亚瑟收回目光，若有所思地问道：“他同意这件事了吗？”“我听说他现在成为了一名教授。”莱昂纳德靠在椅背上说道：“据我所知，他作为教授的聘用合同很快就要到期了。至于同意与否，那是男人应该通过向女士求婚来亲自争取的事情。”诺亚站起身说道：“我先失陪了。”莱昂纳德对着诺亚的背影怒喝道：“你以为凭这种态度能走到哪里去？立刻给我坐下！”王后伸手按住莱昂纳德的肩膀，试图平息他的怒火，并说道：“不，你不能独自决定这件事。诺亚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对象了。”莱昂纳德咬紧牙关，愤愤不平地回应道：“交往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转头盯着诺亚问道：“诺亚，你该不会真的在和伊莎贝尔小姐交往吧？”诺亚沉默不语，只是神色冷淡地站在一旁。莱昂纳德双手撑在桌面上，语气变得愈发严厉：“你觉得我现在是在开玩笑吗？在波利亚发生了那种事之后，难道你一点教训都没吸取吗？世界正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王室也必须随之改变。”诺亚微微垂下眼帘，额前渗出一丝冷汗。他低声回应道：“并不是完全没有想法。”他迈开步子走向门口，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说道：“与其说是想法，不如说这确实是一场非常适合王室接班人的华丽联姻。”莱昂奈德看着诺亚离去的背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大喊道：“那家伙！”诺亚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上，心中默默想着：问题并不在于我要和谁结婚，而在于你对待我的方式，偏偏是奥利维亚吗？诺亚停下脚步，站在寂静的长廊中心。这种离去的方式，究竟是对国王的叛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诺亚，奥利维亚的身影在记忆中浮现，他带着温婉的笑容呼唤着他的名字。诺亚，亚瑟从身后追了上来，一把拽住诺亚的手臂，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谈谈吧。”诺亚停下脚步，眼神冰冷地看着被抓住的部位，他猛地甩开亚瑟的手，冷淡地回应道：“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让开。”亚瑟并没有退缩，反而再次上前拦住诺亚，神情严肃地说道：“不，我们现在必须谈谈。”诺亚目光中透着一丝不耐烦，说吧。亚瑟深吸一口气，语气沉重地说道：“波利亚发生的那件事绝对不能轻视，父亲并没有说错，父亲让我认真思考王室的生存问题，而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父亲没有传唤我，我也主动参加了那场会议。”他迈开步子走向诺亚，脸上浮现出一抹自信的笑意：“我会向他求婚的。”诺亚猛地愣住，难以置信地看着亚瑟。亚瑟直视着诺亚的眼睛，重复道：“我会向奥利维亚求婚。”诺亚愤怒地低吼道：“你说什么？”亚瑟拍了拍诺亚的肩膀，说道：“如果一位深受爱戴且闻名遐迩的平民成为王室成员，那肯定能改变大众的情绪。”他松开手，带着志在必得的笑意，继续说道：“当然，前提是我的求婚能够成功。”诺亚僵在原地，亚瑟从他身边走过，头也不回地叮嘱道：“控制好你的情绪，我会去和父亲谈谈的。”诺亚独自站在空旷的大厅里，看着亚瑟离去的背影，久久没有动弹。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诺亚的侧脸上，他望着远方的天际，脑海中浮现出奥利维亚的身影，那是奥利维亚温柔微笑的模样，他的面容在记忆中如此清晰。他缓缓睁开眼，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诺亚闭上双眼，曾经与他近距离对视的画面再次涌上心头，两人的呼吸仿佛近在咫尺。
诺亚猛地转过身，大步流星地穿过长廊。亚瑟正独自走在回城的路上，突然感到肩膀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按住，他惊愕地回过头，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诺亚死死揪住了衣领。诺亚急促地喘息着，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眼神中燃烧着前所未有的焦躁与决绝。他死死盯着亚瑟，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会去做的，现在就去。”莱昂内德背对着门口，独自站在窗前。诺亚推门而入，莱昂纳德猛地转过头，眼神中透着审视。诺亚停下脚步，说道：“我有一个条件。”莱昂纳德沉默地注视着他。诺亚继续说道：“如果奥利维亚成为王室成员，那本身就足以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诺亚直视着莱昂纳德，那种象征意义正是您想要的，陛下。莱昂纳德微微点头，回应道：“没错。”诺亚神色冷峻地开口说道：“我只有一个条件。”莱昂纳德静静地听着。诺亚继续说道：“婚后除了必须参加的强制性活动，我和奥利维亚都不会出席任何社交场合或接受采访。”莱昂奈德思索片刻，回应道：“没问题，这些可以安排。”诺亚微微躬身行礼说道：“那么等准备工作完成后，我会立即出发，请将您的调查结果另行送达。1个月后。”奥利维亚站在空旷的大厅中，看着窗外的景色。从今天起，我作为教授的生活正式结束了。奥利维亚低垂着头，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登记我的课程，看来课程确实被取消了。他收拾好文件，背起挎包，准备离开。明天去拜访教授并正式道别吧。现在先回家休息。然后，奥利维亚感到一阵眩晕，他抬手按住额头，今晚必须再吃点药了。身后传来清脆的脚步声，奥利维亚惊愕地回过头，看清了来人的脸，安森。安森带着温和的微笑走近。奥利维亚，你不觉得你已经挣扎得够久了吗？到了这一步，你大概又需要我了吧？奥利维亚冷冷地打断道。够了。安森并没有停下，你已经做得足够多了，申请了几10次职位，甚至还去当了图书管理员。奥利维亚直视着他，再次说道：“我说够了，安森。”安森继续说道：“结果如何呢？只要你还是奥利维亚，一切就都不会改变。你会像今天这样，每一天都经历挫败。”奥利维亚身体微微颤抖，我不想再听下去了。安森伸手抓住了奥利维亚的手腕，他猛地一惊，想要挣脱。安森凑近他说道：“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奥利维亚，留在我身边，以奥利维亚的身份活下去。”奥利维亚沉默不语。安森的声音在耳边回荡：“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待在我身边才是你最舒服的地方。除了我，没有人会真正认可你的价值。”安森注视着奥利维亚的侧脸：“我是唯一理解你的人。”奥利维亚猛地攥紧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一把甩开安森的手，愤怒地质问他：“你说你是唯一认可我的人？别把我当傻瓜了，安森！你所谓的认可，就是让我余生都像个死人一样，躲在奥利弗这个名字后面苟活吗？这根本不是认可，这是剥削。你甚至不愿为此支付公平的代价。你根本没有给过奥利弗应有的报酬，对吧？因为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奥利维亚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安森站在原地，看着奥利维亚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深沉的笑意。不会太久了，奥利维亚。奥利维亚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身影显得有些落寞。他回到家中，失神的坐在沙发上，挎包被随手搁在一旁，随着马车行进的节奏微微晃动。看来又得重新找份工作了。奥利维亚望向窗外，在那之前，或许我该先去哪里旅行一趟。他静静地凝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在那之后呢？奥利维亚陷入了沉思。我到底该怎么办？马车缓缓停下，车夫在外面喊道：“4号线到了。”奥利维亚猛地回过神来，马车停在路边。奥利维亚走下车厢，脚尖踏在坚硬的石板路上。他独自走在街道上，脑海中浮现出教授曾经说过的话：“奥利维亚，你要记住，风筝不是顺着风，而是逆着风才能飞得更高。这些磨难终将让你达到更高的地方。”在那些无依无靠的日子里，奥利维亚只能死死抓着这些话语，以此作为支撑。可是教授，我只想活下去，不想仅仅为了生存就耗尽全力。奥利维亚停下脚步，看着空旷的前方。我并不想变得坚强，也不想去面对那样的逆风。在忍受这一切的时候，我从未感到过哪怕一丁点的幸福。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奥利维亚抬手捂住脸，在寂静的街道上失声痛哭。奥利维亚独自走在空旷的街道上，沉重的脚步声在石板路上回响。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艰难。奥利维亚突然停下脚步，泪水模糊了视线，顺着脸颊无声的滑落。他透过泪光看向前方，模糊的视野中出现了一个身影，那个人正静静地站在不远处。奥利维亚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流淌，试图平复剧烈的情绪。当他再次睁开眼时，视线逐渐变得清晰。奥利维亚看清了那个人的脸，整个人僵在原地，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诺亚静静地站在街道尽头。奥利维亚停下脚步，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他失神地望着眼前的男人，呼吸变得急促。诺亚注视着狼狈的奥利维亚，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视，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